东荒道州天剑道宗，一个听起来很牛，实际快发不出工资的没落宗门。今天是他10年一度的收徒仪式，而这一次，他们似乎钓到了一条大鱼。他就是大夏皇朝的三皇子夏傲天。大师兄，看见没？那就是三皇子，龙行虎步，气宇轩昂，此子当真是我宗崛起之希望啊！不错，此子天资绝伦，未来可期。就这么个货色，浑身上下写着“我是龙傲天”，也配当首席？看来我再不回来，这宗门真要被这帮没眼光的长老搞垮了。吉时已到，收徒仪式，登天梯。等会儿！全场愕然，所有人循声望去。古长生一身黑衣，打着哈欠，慢悠悠的从人群后方踱步而出。你是何人？竟敢打断宗门大典？这么急干嘛？我这位首席都还没来呢。众人震惊，下巴脱臼。哦，首席，本皇子怎么不知？天剑道宗除了我，还有第2个人选。哪来的阿猫阿狗？一介凡俗，毫无修为，也敢在此逆密狂吠，冲撞皇子，藐视仙门！我看你是活腻了。威压如同狂风，吹得众位弟子东倒西歪。古长生衣衫猎猎作响，但他本人却像没事人一样，面无表情的掏耳朵。喂，你家狗乱叫不拴绳的吗？找死！鸡巴！这位新兄弟或许只是不懂规矩。我懂了，搁这儿玩狼人杀呢。一个悍跳预言家，一个倒钩狼，心眼子忒多。够了，黄头小儿，再敢胡言乱语，本座现在就把你丢下山去，赶紧入列，准备登梯。行啊，登就登。不过我可提醒你们，现在你们这么懂事，大张旗鼓来迎接我，等会儿我绝对让你们好好开开眼界。少年之言，究竟是无知的狂妄，还是自信的预言？这通往仙门的天梯又将见证怎样的奇迹？古长生双手插兜，如同逛公园，正在天梯第10阶上不紧不慢地走着。镜头下方，其他弟子在第1、2阶处已经步履维艰，汗流浃背，与古长生的轻松写意形成强烈对比。你看那黑衣小子，他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假的吧？我走到第3阶，腿肚子都转筋了。天剑道宗天梯共99阶，每一步都承载着万钧重压。规则很简单，登50阶者可为首席。听起来不难，但4万年来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三皇子夏傲天在天梯内稳步攀登，虽然额头见汗，但步伐沉稳有力，已经越过20阶。哇，三皇子已经过20阶了，好轻松的样子。不愧是皇子，这天赋50阶指日可待啊！看见没，大师兄，这才叫天才，不像某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小子。4长老话说到一半，突然看到光幕中古长生的身影，已经轻松追上了正在30阶处调息的三皇子。太慢了，心眼子！就这速度，等下山了，食堂都没饭了。口舌之力，天梯越往上压，力越是几何倍增。我倒要看你能走到哪里。那你可看好了。古长生突然双腿微屈，然后猛地发力，众人震惊，眼球突出。古长生身影化作一道黑色闪电，到3阶，轻松写意的在天梯上狂飙。4长老声音颤抖，指着光幕中的残影，震惊到眼球从眼眶挂在他在跑，天梯还能跑的吗？这是什么怪物？他把天梯当操场了吗？我修炼了100年，第一次知道天梯是能跑的。这真他娘的是个天才！我也不信。古长生一路狂奔，轻松越过50阶、60阶，势头丝毫未减。三皇子夏傲天仰望着那道绝尘而去的背影，心态彻底。可能首席的位置是我的。三皇子想发力去追，结果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台阶上，大口喘气，眼神茫然。古长生一步踏上第99阶，停下脚步。从天梯底部开始，2侧的青铜剑钟由下至上依次亮起光芒，咚咚咚，上百口剑钟齐鸣，钟声仿佛要穿透云霄。那一日，龙门山钟声大作，响彻100万里，世人皆以为大夏皇朝出了旷世真龙，却不知那只是某个男人在回家路上
顺便跑了个步而已。引风茅屋中，数人惊醒，一道苍老而威严的身影。剑祖也从入定中惊醒。剑祖和4位太上长老同时出现在龙门山道场上空，目光如电，死死地盯着天梯尽头那道小小的身影。此子是谁？此子来历不明，竟能引发如此异象。剑祖，此事需从长计议。议什么？我只看到我天剑道宗4万年未出的希望。即日起，顾长生便是我天剑道宗首席大弟子，宗门上下尽听其令。老头挺上道。行了，我要去拿我的剑了。拿剑？他要去天剑峰？老四在，首席弟子还未修行，不会非你驮他去天剑峰。我驮他？顾长生悠哉地站在飞剑前，4长老黑着脸在后面御剑。小子，我可告诉你，天剑乃我宗镇宗之宝，4万年来无人能动。你别以为天赋好就能为所欲为，等会儿拿不下来，别怪我没提醒你丢人。放心，不是我要拿它，是他求我拿它。吹，你接着吹。2人落地，进入天剑大殿。殿内庄严肃穆，中央供奉着一把虚幻地剑，其后是模糊的祖师爷雕像。4长老对着雕像恭敬一拜，随后转身站在顾长生面前。顾长生，见祖师爷为何不拜？一座破雕像有什么好拜的？放肆！你敢对祖师不敬？今天你要是不拜，就休想碰天剑一下。稳坐。在4长老怒吼的背景音中，长生他已经走到了天剑前，完全无视身后的咆哮，伸出右手，像从桌上拿起筷子一样，轻松自然地将那柄虚幻的天剑握在了手中。一声清脆的剑鸣取代了4长老的怒吼声。4长老的怒吼戛然而止，嘴巴还保持着 O 形，眼睛瞪得滚圆，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彻底石化，并从脚底开始出现裂纹。4长老，你刚刚说什么来着？风太大，我没听清，要不你再说一遍。你见他我4无数天骄的叹息，在这位11岁的少年面前，仿佛只是一个笑话。此刻4长老的世界观正在经历一场12级的猛烈地震。就在此时，长生手中的天剑突然发出一声剧烈的嗡鸣。就在天剑认主的瞬间，宗门之外风云突变，天剑道宗山门外黑云压城，沧海圣地飞云仙门前来拜山。天剑才刚刚认主，强敌便已兵临城下。他们嘴上说着拜山，脸上却写满了挑衅。宗门荣辱的血战也不可避免。哇，真的天剑道宗无人吗？念剑道宗，我看改名叫废铁道宗算了。还有没有能打的？武涛，你这个老乌龟，还要缩到什么时候？黄西庆，休得猖狂！武涛啊，武涛，想当年你还压我一头，怎么现在越活越回去了？就你这样还想护住那个所谓的天才？废物就该有废物的觉悟，给我去死吧！干！道兄小辈，切磋何必动怒？就在光束即将触及大长老的瞬间，一声轻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剑鸣声响起，一道快到无法用肉眼捕捉的金色流光，仿佛从另一个次元射出，后发先至，瞬间贯穿了黄西庆的眉心。黄西庆脸上的狞笑瞬间眉心出现一个细小的血点，眼神中的神采迅速暗淡。那道毁灭性的光束在距离大长老1寸的地方烟消云散，黄西庆的身体直挺挺地向后倒下，从非洲上坠。黄长老就这么没了，一剑只用了1剑，这是什么妖法？首席驾到，通通闪开！敌方非洲的最高处云雾散开，玄天圣地的紫袍长老，离火地门的王嫣然，君家的君吴火，3方势力的代表同时现身，脸色阴沉地俯视着下方的组织。
紫袍长老缓缓抬起一根手指，指尖凝聚出一颗毁灭性的黑色的元气，对着顾长生。杀了拜山之人，藐视南域规则，顾长生，你可知罪？顾长生站在山门前，上方是3位气势逼人的顶级势力代表，气氛凝重，剑拔弩张。红梨姐姐站着好累，又来了。红梨玉指一弹，一张由竹子快速变化成的摇椅凭空出现，稳稳落在顾长生身后。顾长生一屁股坐下，直接躺平，还舒服地晃了2下，一副准备看戏的模样。顾长生，我乃玄天圣地长老，代表南域规则，你无故虐杀拜山之人，罪大恶极，现在还敢如此嚣张，是没把天下人放在眼里吗？老头，你说话声音太大了。什么？你吵到我眼睛了！强词夺理！哥，小哥哥，好大的脾气！奴家是离火弟子的侍女，弟子有令他很欣赏你，只要你交出身边的红衣姑娘，做他的剑士弟子，便可保你无恙。顾长生看着他认真的问：“你家弟子有病，脑子有坑的那种。”不然呢？平白无故就想抢别人的人，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建议回去看看大夫，晚了怕是治不好了。牙尖嘴利的小子，我乃中域君家君无悔。我来此不为别的，只为一件事：问姓顾生名尧，为吾兄长婚约，今日是否该给我君家一个交代？一道白衣身影从宗门内缓缓逼着，落在顾长生摇椅旁。婚约之事我已说清，君家又何必咄咄逼人？为了一个11岁的小屁孩，兄长的天作之合，说了君家颜面扫地。现在居然说君家咄咄逼人，君无悔。身后戴着白色面具的君家神卫浮现，气息锁定宁瑶。今日必须随我回逍遥神山，请我兄弟亲自解释。全场气氛紧张到极点，所有人看着顾长生，想看他如何应付这死局。长生却慢悠悠地从摇椅上坐直了身子，看着君无悔，一脸痛心疾首的开口：“等等，我反对这门亲事。什么东西？你配反对？你把他带走了，就等于抢走了我食堂唯一的打饭阿姨，你这是要饿死我啊！”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还处于石化状态。君无悔的脸已经长成了猪肝色。哎呀呀，奇闻呢！堂堂问心宫圣女，放着君家的少主夫人不做，却要给一个11岁的小屁孩当厨娘，真替君凌天公子伤心呢。这要是传出去，君家的脸面，够了，看来你们天剑道宗是铁了心要与我君家为敌。好，很好，各位前辈，君家决定正式参与此次角魔大会。此等魔宗妖人，人人得而诛之。废话真多。哎，我怎么飞起来了？王嫣然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跑什么？回去告诉你家弟子，想拿我当磨刀石，他还太嫩了点。现在滚！王嫣然挣扎着起身，一句话不敢多说，驾驭飞舟，仓皇逃离。长生以一人之力，一死一生，吓退了2大顶级势力的代表，全场噤若寒蝉。顾长生的目光最终在了以紫袍长老为首的7大圣地长老身上。好了，看戏的都滚了，现在轮到你们了。还有什么后手吗？没了。就这点人，去把你们背后最能打的都叫来，我赶时间，想一次性解决。此魔凶悍，我等无力匹敌，恭请老祖降临，恭请老祖降临。这是决战前的最后一夜，联军布下天罗地网，断绝了所有退路。然而，最致命的危险，往往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源于内部的腐烂。夜幕下的天剑道宗各方紧张备战，宗门之外，一张由能量构成的巨网缓缓笼罩下来。顾长生躺在摇椅上闭目养神，红梨在一旁盘坐看书。五长老刘志健的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不远处，脸上带着忠诚的凝重表情。首席明日大战，凶险万分，老夫特来此地誓死护卫，首席周全。哦，那你站远点，别挡着，我吸收月光精华。首席说笑，保护您是我的职责。五长老一边说，一边靠近顾长生，在距离最近的地方，五长老眼神陡然变得狰狞，手中凝聚出一把翠如的黑色匕首，闪电般刺向顾长生的心脏。
就在匕首即将触及古长生的瞬间，古长生手腕上的玉环发出一道金光，形成一个微型护盾。淬毒匕首撞在护盾上，瞬间寸寸断裂。五长老一口老血喷出，整个人如同被万钧巨锤砸中，倒飞出去，身体在半空中就已失去生机，重重摔在地上。古长生自始至终眼睛都没睁开，只是不耐烦地翻了个身。四长老等人闻讯赶来，看到五长老的尸体，震惊不已。老五，他是内奸。就在众人以为内鬼已除，松了一口气时，天剑道宗的护宗大阵光幕上，地剑锋所对应的区域突然被从内部撕开一个巨大的缺口。老二，二长老一脸淡漠地收回手，对着蜂拥而入的联军高声宣布：本座乃碧空圣地执法堂主，尔等随我杀！战火已烧至眼前，惨叫已近在咫尺。内鬼的背叛与敌人的狂攻，将天剑道宗彻底推入了绝境。也正是这喧嚣，终于吵醒了那个本不该被打扰的存在。古长生睁开了眼，没有愤怒，没有惊慌，那古井无波的眼神似乎在宣告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哈，终于忍不住了吗？一群沉不住气的瓦砾。联军如潮水般涌入宗门，天剑道宗弟子虽然奋力抵抗，但死伤惨重，防线节节败退，整个宗门陷入一片火海，彻底陷入绝境。守住一步也不能退，我们身后就是宗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可恶！少熙虽然天赋绝伦，但毕竟尚未修行，面对如此大军攻，也无力回天。吵死了，还让不让人睡回笼觉？那是天剑，是沉寂了4万年的镇宗之宝，是只属于他一人的神兵。剑光所过之处，万物成灰，神迹降临。战场上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剩下风声和天剑道宗弟子粗重的喘息声。缺额外，还在疯狂涌来的后续部队，看到眼前这神迹般的一幕，全部吓傻了。怪物，怪物，跑啊！我们赢了！是首席出手了，是神迹降临了。在漫天的欢呼声中，古长生带着红离和宁瑶凭虚御风，缓缓从龙门山升起，最终悬停在山门上空，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古长生俯瞰着下方溃逃的联军和上方非洲上呆若木鸡的敌方高层。谁说你们可以走了？就在此时，一股比之前所有威压加起来还要恐怖1000万倍的气息，从天穹的尽头降临了。天空被撕裂，七尊如同神魔般的巨大法相缓缓从裂缝中显现真身，他们的目光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老祖，是老祖们降临了！古长生，你的死期到了！七尊顶天立地的神魔法相彻底凝实，天空被分割成7个不同的领域，雷与火、海剑中，虚空裂缝，每一尊法相都散发着让空间扭曲的恐怖力量，世界仿佛都在颤抖。天人境、人间12境、11境，天人合一。言出法随，他们不再是人，而是行走在人间的天灾。今日7灾启至，天剑道宗内所有弟子、长老，包括4位太上长老，都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面如死。修为稍弱者已经跪倒在地，无所战。完了，彻底完了！竟是7位天人亲至我宗。何德何能？应瑶和红离也脸色一变，全力抵抗着威压。
快躲到我们身后，这是天人之威，不是你能。话未说完，宁瑶愣住。古长生站在最前方，非但没有丝毫动摇，反而张开双臂，微微扬起头，脸上露出了极其享受的表情。啊，对，就是这个力道，浑身36000个毛孔都舒坦了，舒服了。所有人，包括天上的7位老祖，都没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出现在每个人。蝼蚁，死到临头还敢装神弄鬼，众位灭了此界，为我等道统扫清障碍。 7位老祖同时抬手，漫天雷霆化作雷龙，焚天烈火凝聚成火凤，无尽剑气汇聚成剑河。7道融合了天地法则的灭世攻击，从天空、大地、虚空等四面八方形成一个绝杀之龙，缓缓但不可阻挡的冲向天剑道宗。从宇宙视角看，整个天剑道宗所在的地域都被这7道恐怖的能量光柱彻底笼罩。唉，每次都是这招，一点新意都没有，重复了这么多次，还是这招最好用。算了，速战速决吧，我还得回去睡个回笼觉。BGM 起，从静谧转为恢宏，神圣的史诗音乐。面对末日般的景象，古长生缓缓睁开眼，眼神中古井的托，缓缓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他的嘴唇轻启，用一种仿佛宣告世界真理的语气，一字一顿不出4个字，每个字都带着天地共鸣的特性。镜头给到宁瑶和红梨震惊的侧道，镜头给到7位老祖冰冷无情的死相，归镜头给到整个天剑道祖在灭世光芒下如同蝼蚁般的无，在他最后一个字 BGM 达到最高潮，屏幕瞬间变为纯白，接上集画面纯白渐变为黑白，整个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7道毁天灭地的攻击洪流在半空中保持着震惊绝望表情，一动不动。长生是这个黑白世界里唯一的色彩。他悠闲地漫步在凝固的空气，走到了那道雷龙攻击前。太吵！他屈指一弹，一声清脆的响指，那条足以摧毁山脉的雷龙瞬间如烟尘般无声的湮灭。古长生又走到那片焚天火凤前，太亮！古长生用太丑、没品位挡路了等各种离谱的理由，以弹指、挥手、吹气等极其随意的方式，将剩下的5道灭世攻击。做完这一切，古长生悬浮在空中，面对着7尊同样被静止的威严满满的老祖法像。话太多！玄天圣地老祖的法像从头到脚如同沙画般悄然梦境。你长得丑。第2尊法像崩起，你算了，懒得想理。他随意打了个响指，剩下的5尊法像同时崩解消散在黑白的世界。古长生拍了拍手，一脸总算清静了的表情。打哈欠，他再次打了个响指，世界恢复正常，画面恢复色彩，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天剑道宗所有人都还保持着绝望的表情，茫然的看着前前静静的天空。我是已经死了吗？这里就是地府，还挺暖和。疼，没死攻击呢，老祖呢？上紫袍长老忽然浑身一颤，接到了来自宗门的传讯玉简，玉简上只有2个血红的大字“祖允”。紫袍长老手中的玉简滑落，脸上血色尽失。不可能，老祖的命牌全随了7位老祖同时陨落了。恐慌如同瘟疫般在联军高层中蔓延。撤退，所有人快跑！联军瞬间查过无数非洲，坐骑掉头就跑，场面一片混乱，人仰马翻。就在此时，下方传来古长生懒洋洋的声音：“喂！”所有逃跑的人浑身一僵，如同被施了定身法，惊恐地回过头。古长生不知何时又回到了摇椅上，翘着2郎腿，对着他们露出一个和善的微笑。别急着走啊！打坏了我宗这么多花花草草，还吓到了我的师弟师妹们，各位赔偿款是不是该结一下了？古长生那阳光灿烂的笑容，和紫袍长老比吃了屎还难看的表情，形成
强烈对比。唉，忙了一早上，总算能睡个好觉了。红梨姐姐午饭，我想吃烤鸡。滚！上一刻还是7圣临凡，末日天灾，下一刻便已烟消云散，乾坤晴朗当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场围绕着赔偿款展开的别开生面的勒索大会便已拉开序幕。天剑道宗山门上空，数艘联军非洲残破的全体，紫袍长老带着几名宗女代表，硬着头皮飞出非洲，与天剑道宗的4长老等人对峙。古长生躺在后方的摇椅上，双目紧闭，发出轻微的鼾声。4长老，我等承认战败赔偿之事，自当遵从。只是这数目是否能按南域惯例商议一二？我等也是奉命行事啊。是啊，我们宗门小本经营，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资源。放娘的屁惯例！你们7大圣地联手围攻我们的时候，怎么不讲惯例？现在打输了，就像狗一样，有尾巴讲规矩了，晚了！你休要辱人太甚！面对这群不解古长生甚至冷得睁开眼，鼾声吵死了。双方还在激烈争吵。辱你又怎样？有本事再叫7个老祖下来呀！谁呀？大清早的在这儿搞团队 KPI 考核呢，一个个吵得我 CPU 都快烧了。首席他们在讨价还价，砍价想砍价出门，右转去凡间菜市场，那儿专业在我这儿只提供一项业务砍头。你们想体验一下吗？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坚信真理越辩越明。殊不知，在某些人面前，真理只在拳头的射程之内。阁下未免太霸道，修仙界不是你家开的，凡事总要讲个理字。我等并非不赔，只是这价格。总算有个蠢货跳出来暖场了，不然都快睡着了，就你了。杀鸡儆猴，聒噪一声轻微的声，4头长老话音未落，身体瞬间化为一缕飞灰，全场死寂。紫袍长老的眼球猛地弹出眼眶，挂在脸上；4长老的嘴巴张成 O 型，整个人瞬间石化并出现裂纹。我不喜欢讨价还价，我只数3声。在古长生的世界里，没有复杂的谈判技巧，只有最简单高效的3声倒数法。事实证明，这一招对天神也同样有效。咦，我们给双倍，不3倍，我们给3倍！紫袍长老扑通一声跪倒在半空中，对着古长生疯狂磕头。孺子可教也，3天后钱不到位，我就亲自上门，挨个去取你们的人头。紫袍长老等人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逃回非洲，仓皇离去。4长老等人看着古长生那再次睡着的人畜无害的脸，集体咽了口唾。一场浩劫竟以如此沙雕的方式收场，天剑道宗获得了海量的资源。他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一夜暴富是什么体验？大概就是天剑道宗现在这样，堆积如山的法宝灵石，让长老们的哈喇子流成了河。但这一切的缔造者却对此毫无兴趣。天剑大殿内，赔偿品堆积如山，灵光四射。大长老武涛捧着一枚神丹，老泪纵横；3长老抱着一堆上品灵石，傻笑。古长生躺在摇椅上，被几个弟子抬着，晃晃悠悠地进入大殿。我操！终于不用再过紧巴巴的日子了。有了这些，咱们的护山大阵能开到最大档。我看以后谁还敢来？这珠子挺圆呐，去给陈青青当弹珠玩。首席手下留珠，那是定海神珠啊，上古神器。哦，那让他玩的时候小心点，别砸到路边的花花草草。龙门山后山，古长生躺在那，黑着一张脸，从天而降。小子宗门的事处理完了，现在该谈谈你的事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修行？4长老，你这么急着让我修行，是怕以后打不过我，在你徒弟面前丢脸？说我是为你好，你天赋再高不修行也是枉然。哎，好吧好吧，不过在修行前，我得先教你点有用的，不然你太菜了，以后怎么保护我？你说谁菜？来跟我学御剑诀第一式：青蛙起跳，气沉丹田，然后长生猛地向上一蹦，
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又轻轻落下。蹦！你这是在羞辱老夫！菜就要多练，你看你还没蹦呢，脸就先歪了。学不学不学，我继续睡了。长生的样子，少委屈，我信你个鬼！但这小子邪门的很，试试就试试。死了！向上一蹦，他竟真的离地3尺，在空中停滞了1瞬，有奇异的灵力运转方式在他体内流转。我操，真的有用！我的御剑速度好像快了一丝。说了你菜还不信，自己一边玩去吧，别打扰我睡觉。1个月后，声音播出，2位圣境强者正在被4长老追逐。2位圣境强者人御剑飞行，姿势标准。他没有御剑，而是双腿微屈，在空中以一种极其沙雕的姿势一蹦一跳，速度却快如鬼魅，轻松追上了我等。这是什么手法？为何如此诡异，却又暗合空间跳跃之法？此乃我宗不传之秘，太上忘情蛙跳功，小辈受死。自那以后，一种名为蛙跳流的诡异步法开始在修仙界悄然流传，并被各大宗门列为禁术，因为姿势实在太过有伤风化。宗门上下都在为重振声威而努力，唯独首席大人依旧沉迷于睡觉、吃饭、晒太阳。终于，连一向清冷的掌门拓跋尊也坐不住了。古长生明日举宗迁徙逍遥神山，你是认真的？师傅姐姐，你这问题问得好没水平，我什么时候不认真过？除了睡觉。你可知君家虽灭，但逍遥神山已成是非之地，各大帝门虎视眈眈。知道啊，那不是正好吗？省得我们一个个去找他们麻烦了。师傅姐姐，先别说搬家的事，老穆走前让你把那件东西交给我东西呢？我不知道在哪。你身上有他的味道。师傅姐姐，你不会是嘴馋把它吃了吧？胡说！哦，我懂了，我就在说嘛，你一个天神绝巅的强者，天天压着境界不飞升，搞得跟便秘一样。原来你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温养它。在这场信息战中，古长生仅凭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轻松地扒下了掌门姐姐层层包裹的马甲。你到底是谁？我是你惹不起的人。行了，明天搬家就这么定了。掌门的小秘密被无情揭穿，而古长生似乎也隐藏着更大的图谋。返逍遥神山究竟是荣归故里，还是自投罗网？在首席大人的一声令下，天剑道宗这个在南域苟延残喘了4万年的宗门，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虽然回家的路似乎比想象中更沙雕一些。小长生探子来报，逍遥神山外已经聚集了8大帝门的人马，咱们真要去硬闯？硬闯多没面子。放心，我们走近路 VIP 通。大师兄说得对，干他娘的！你不是被遣散了吗？怎么又跟来了？掌门此言诧异，我生是天剑道宗的人，死是天剑道宗的鬼，誓死追随大师兄，觉悟很高。这个月绩效给你评优。古长生带领大部队来到黄梁城，却径直走向了城中心的禁区黄梁楼。街道上的修士看到这一幕，纷纷惊恐的避让。他们疯了吗？居然往黄梁楼去了？那可是禁区，谁靠近谁死啊！快去拦住他们！要是惊扰了里面的大人，我们全城都得陪葬。公子到台已备好，随时可以启程。看见没 ？VIP 待遇都跟紧了，别掉队，传送费很贵的。我来过黄梁城800回，第一次知道这里面有传送到台。在古长生面前，所谓的禁区不过是他的私人机场罢了，而下一站便是那龙潭虎穴逍遥神山。时隔4万年，天剑道宗终于重返故里。迎接他们的并非鲜花与掌声，而是早已不刀霍霍的仇家，为首的君家圣主负手而立。哈哈，丧家之犬居然还敢回来，真是勇气可嘉。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拓跋尊，你若此刻投降，我或许还能留你天剑道宗一丝血脉。完了，我们被包围了！该死，中计了！这
传送的终点根本就是个陷阱。在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古长生却悠闲地从人群中走出，伸了个懒腰，四处张望。就这点人，我还以为搞泉州联欢会排场不行啊，差评。全场一静，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喂，对面的，你们吃了没？没吃的话，赶紧吃，等会儿动起手来，怕是没机会吃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即便身陷重围，首席大人最关心的，似乎永远是敌人的饭点问题。哈哈哈哈！好一个狂妄庶子，死到临头还敢牙尖嘴利，给我杀！将天剑道宗！君家圣主杀字刚出口，古长生百无聊赖地抬起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君家圣主话音戛然而止，他脸上愤怒的表情瞬间凝固，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轻，视野开始天旋地转。咦，我怎么看到了我的身体？扑哧一声，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全场死寂。所有联军士兵脸上都保持着冲锋前的狰狞，此刻却全部变成了呆滞的石化表情。圣主，哎呀，不好意思，手滑了，你们主心骨没了。现在谁说了算？要不你们也选个首席出来跟我谈谈。君家圣主之死，彻底点燃了火药桶，隐藏在幕后的九羽仙门终于亮出了他们最锋利的獠牙。圣者降临，弟子无能，恭请圣者降临，为我等扫平妖邪。天空瞬间被撕裂，13道贯穿天地的圣光之柱轰然降临，每一道光柱中都缓缓浮现出一尊顶天立地的神魔法相，俯瞰众生。天剑道宗众人在这股威压下集体失声。1、2、3、12、13，叫这么多人下来斗地主吗？可惜了，还3缺1呢。蝼蚁见本圣，为何不跪？我腿脚不好，跪不下去。要不你们下来，我给你们搬个凳子。很显然，这位首席大人从未听说过敬畏二字，该如何书写？废物，死！啊，怎么可能？喂，都说了别动手，怎么就不听劝呢？小孩子不听话是要挨打的，犯了错就要挨罚，这是规矩。来，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古长生话音刚落，手腕上的玉环金光一闪，天空中一位圣者的法相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瞬间爆开，化作漫天璀璨的圣光之雨，纷纷扬扬地洒下。下一个，12位圣者又惊又怒，同时出手，天地失色，法则崩坏，12道灭世攻击从四面八方轰向古长生。一起上也好，省时间。他抬起手，对着天空轻轻一望，整个天空连同12位圣者的法相和他们的攻击都如同镜面般寸寸碎裂，然后化为虚无。不胜对古长生而言，似乎比吃饭喝水还要简单。今天他要为整个修行界重新定义一下规矩2字。当最后一位圣者化作滋养大地的养分，逍遥神山终于迎来了他真正的主人，而这场惊天动地的回家之旅也终于画上了一个逗号。小长生，我与拓跋尊飞升在即，但剩余的九羽仙门必会发难。你一人在凡间，我等实在不放心。放心，你们先上去给你们找个靠山。他一直都这么随意的吗？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圣域某荒凉古镇的村口，古长生凭空出现。村口的大槐树下趴着一条看起来普普通通、毛色枯黄的土狗，正在打盹。喂，大黄，别睡了，起来接客。汪汪汪！谁敢闯本皇地盘找死？叫你大黄是给你面子，再狗叫信不信我今晚就吃狗肉火锅。主人，小长生，你确定这是靠山，不是储备粮？放肆！老子乃桀，出场临危，五镇神苍天之皇，你竟敢！闭嘴！别理他，他脑子不好，以后他就是你们圣域天剑道宗的护山神兽了。有事儿报他名号，不好时你来找我。就这样，在古长生友好的协声下，圣域天剑道宗拥有了史上最强看门狗，而新的传奇也即将在这片更广阔的土地上拉开序幕。在首席大人的英明领导下，天剑道宗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但对于首席本人而言，和平的日子总是那么的枯燥且
乏味。直到一个新的玩具出现了。大师兄，13禁区之一的魂种开启了魂天境，据说内有大机缘，但强者如云，我等进去恐怕……怕啥？不就是个新游戏开服了吗？来来来，都别客气，一人一本，拿去刷经验。这是什么功法？斩魂诀！老夫修行1000年，怎么从未听过此等功法？哦，刚创的还热乎着呢，专门克制魂体。进去之后，你们横着走。刚刚创的，创造功法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吗？哪里来的土包子，也敢跟本圣子抢怪？给我死！吸魂手，斩魂诀。还有谁？这就是跟着大师兄混的感觉吗？也太爽了吧！昊天，你在这干嘛呢？磨磨唧唧的，我们都刷完3个区了，赶紧跟上，别拖后腿。很快，魂天境内便流传起一个传说，千万不要招上一群穿着天剑道宗服饰的疯子，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下一秒会用什么姿势秒了你。天剑道宗的恶霸行为终于引起了公愤，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外挂行动在魂天境内展开了。然而他们不知道，最大的外挂才刚刚上线。魂天境某处山林，一支由数百名强者组成的围剿联盟正在集结。古长生混在人群中，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兄弟们，天剑道宗行事霸道，垄断资源，人神共愤。今日我们便要替天行道。小兄弟别怕，待会儿跟紧我，咱们有这位前辈在，神挡杀神。盟主，那位前辈是谁呀？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那可是大地重生者陈清帝前辈。联盟前方，林子化等人被团团围住。找到了，天剑道宗的余孽就在前面，兄弟们随我冲！古长生在众人冲锋时，慢悠悠地从联盟阵营中走出，穿过人群，走到了林子化等人面前。大师兄，整个战场瞬间安静下来。冲在最前面的联盟盟主一个急刹车，差点摔倒。前辈，你不是我们这边的吗？哦，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古长生，天剑道宗首席。你们也没问我。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你以为的王牌队友，其实是对方的终极 BOSS。就在此时，那位大地重生者陈清帝从天而降，恐怖的地威瞬间镇压全场。臣服或者死！刘铁柱等人被其地威压制，动弹不得，脸色痛苦。喂，那个谁，你说话声音能不能小点？震得我耳朵疼。念无真名，当坠地狱。蝼蚁，你不配！知道了，知道了。陈清帝嘛，你好吵啊！古长生抬起手，对着陈清帝轻轻向下一压。不可一世的陈清帝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整个魂体瞬间被拍成一张薄薄的2维的纸片人，像一张海报一样，啪的一声贴在了地上。跟你说了，小声点，怎么就不听呢？真不礼貌。魂种陈清帝的修炼密室，他盘膝而坐，但周围却没有任何卷轴或书籍，只有一个桌案。桌案上摆放着一排排形态各异的小纸人，有士兵，有宫殿，还跳舞的仙女。2维，原来这就是2维的世界。不，但并非没有深度，存在与形态的转换。古长生，你那一掌究竟是羞辱，还是在向我展示一种我从未理解的降维大道？他拿起一张纸，上面写着古字，将纸人侧过来，变成一道线，放在眼前，仔细端详。难道这2维就包含着古前辈的秘密？陈清帝紧张站起，对着纸片深深一拜。古前辈真乃天人也，请受我一拜。魂天境的风波似乎随着陈清帝的纸片化而告一段落，但魂种布下的局才刚刚掀开他真正的面纱。最终试炼魂天碑降临，魂天境中央，一座通天彻地的巨大石碑拔地而起，正是魂天碑，周围聚集了无数强者。神霄圣体萧不凡刚刚测试完毕，魂天碑上亮起10道光环。哈哈，不愧是我宗圣体，10次震荡，当世无双。看来传说中的13次震荡，终究只是一个无法企及的传说。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红离默默地从天剑道宗的队伍中走出。他来到魂天碑前，面无表情，对着巨大的石碑看似轻飘飘地挥出了一拳。13道璀璨夺目的光环
瞬间从魂天碑上爆发，如同涟漪般扫过全场，全场死寂。神霄道宗长老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如同雕塑。看见没？这就叫专业。红力师姐这一拳好像都没用力啊！废话，我大师兄的女人能不猛吗？魂天碑降下巨额警力，一道精纯的魂力光柱将红里笼罩。就在此时，人群中数十道身影爆起，全是圣境强者。小女娃魂力太盛，对你不好，让老夫帮你分担一些。数十位圣境同时出手，圣光弥漫，锁了红里所有退路。斩魂诀，一道血色剑光横扫而过，那数十位不可一世的圣境强者，魂体瞬间被齐齐腰斩，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无踪。全场再次陷入死寂，所有人看着红离，如同在看一尊女杀神。就在此时，宁瑶也微笑着走了出来。哎呀，不好意思，好像我也行。13道光环再次亮起，照亮了所有人惊骇欲绝的脸。都看什么呢？常规操作，常规操作，都坐下。天剑道宗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屠圣我们是专业的，而且可以批量生产。屠圣之后，天剑道宗在魂天境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敬畏与敌视并存。所有人都想知道这群横空出世的恶霸背后到底站着一位怎样的存在。天剑道宗临时驻地，林子化和纳兰杰等人垂头丧气的找到正在嗑瓜子的古长生。大师兄这日子没法过了。怎么了？饭菜不合胃口？不是啊，大师兄，现在外面的人都传我们是杀人狂魔，见人就抢，看见魂兽就踩，说我们天剑道宗风评已经跌停了。就是还有人编排咱们，说咱们宗门的人修炼的都是魔功，专门挑软柿子，捏恃强凌弱。我刚刚出去，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了。那你们捏了吗？捏了，那些家伙弱得跟鸡崽子一样，不捏白不捏。那不就得了？人家说的是事实啊，你们还不让人说实话了。唉，说到底还是你们学艺不精，业务不熟练啊。这跟学艺不精有什么关系？杀人嘛，就要杀得干净，只要把所有看到的人都杀了，不就没人能说我们坏话了吗？走，今天大师兄给你们上一堂专业实践课。玄武战场，数十万修士组成的大军正在围剿一头巨大的玄武魂兽，喊杀震天。某地门圣境强者悬浮空中，指挥若定。古长生带着林子化等人悠闲地出现在战场边缘的山丘上。阁下就是天剑道宗的古长生，听闻你宗行事霸道，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竟敢觊觎我等囊中之物。看好了，这叫吸魂手，我只教一遍，注意看我的手势和灵力运转。古长生完全无视圣境强者的质问，对着下方数十万大军以及他们脚下连绵的山脉张开了手掌，轻轻一握，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住。那名圣境强者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飞向天空，紧接着他身后的数十万大军连同他们脚下那片巨大的山脉都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硬生生地从大地上剥离，一同被吸上了万丈高空。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由人、魂兽、山石组成的巨大球体，场面骇人至极。下方林子化、纳兰杰四长老等人集体仰着头，嘴巴张得能塞进一颗龙蛋，表情完全呆滞。都看清楚了吗？范围是大了点，别在意这些细节，重点是接下来的操作。古长生抬起另一只手，并指如刀，对着天空那个巨大的球体凌空一划，这叫斩魂诀。一道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璀璨刀光横贯天际，天空中的巨大球体连同里面的数十万修士和山脉被从中一分为二，切口光滑如镜。两半球体在空中停滞了一瞬，然后轰然爆开，化作漫天最精纯的魂力光明，纷纷扬扬地洒下，一吸一斩，干净利落，这样就不会有谣言传出去了。这才是咱们天剑道宗的风范，懂了，师兄，我们好像懂了。古长生用一堂生动无比的实践课，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只要把所有人都杀了，就没人能说我们坏话了。这一天，魂天境的所有生灵都回忆起了被绝对力量所支配的恐惧。魂天境的教学告一段落，
首席大人再次感到了人生的空虚，于是他决定出门散散心。只不过他散心的方式总是那么的别具一格。逍遥神山龙门山崖坪，古长生伸了个懒腰。唉，无敌真是寂寞如雪呀。宁瑶姐姐走，带你去看金鱼。去哪看？宗门后山的池塘吗？那里的鱼太小了。古长生打了个响指，两人身影瞬间从原地消失。下一秒，他们已经出现在东域万湖道场的万丈高空之上，下方是一片巨大的水上道场，数千万修士汇聚于此，人声鼎沸。中央的玉台上，3位气息强大的岛主正襟危坐，似乎在举行某种盛大的典礼。这就是你说的金鱼？对呀，你看他们穿的花里胡哨，还坐在水中央，多像一群五彩斑斓的锦鲤。显然，在首席大人的认知里，金鱼和岛主之间可能只差一件花衣服。下方道场大典正进行到关键时刻。血魔道友，今日我3岛共同推选新任万湖岛主，你的选择至关重要。血魔哥哥可要想清楚了。血魔岛岛主缓缓起身，正要开口，就在此时，古长生和宁瑶的身影凭空出现在了玉台上空，打断了大典。阁下是何人？为何无故扰我？万湖岛百年大典！全场数千万道目光瞬间聚焦在古长生身上。血魔岛岛主被打断，脸上闪过一丝不悦。阁下未免太不把我万湖！血魔岛岛主话未出口，古长生瞥了他一眼，隔空伸出手指，轻轻一点，在全场数千万修士惊恐的注视下，实力强大的血魔岛岛主身体突然毫无征兆地膨胀起来，然后砰的一声爆成了一团漫天红雾。全场修士集体发出惊恐的尖叫，场面瞬间失控。玉台上，星辰岛岛主和芙蓉岛主被溅了一身血，彻底吓傻了，呆立当场。别紧张，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长生，是个路过的正义伙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暗中修行魔道，败坏风气，我特地来看看。你血口喷人，我们没有。没有，那他怎么爆了？你看，心虚自爆了不是？古长生的自我介绍总是那么的朴实无华，但其附带的特效却总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一言不合就杀人，这让3大岛主意识到，雷震一闪，这是他们的地盘。东域霸主撑腰，岂能任人拿捏？血魔岛岛主被秒，剩下的天元岛岛主和芙蓉岛主又惊又怒。阁下休要猖狂！我万火岛乃是镇魔仙宗麾下势力，你无故杀我岛主，镇魔仙宗绝不会坐视不管。没错，我们已经传讯，镇魔仙宗的寒龙长老马上就到。你若识相，现在束手就擒，还可留你一具全尸。他们好像在摇人哎。此人我听过，是镇魔仙宗的天人境长老，实力非同小可。我们还是天人境，看上去是挺能打的样子。正好我也想看看这东域的霸主有几分斤两。话音未落，一道强横的流光从天边疾驰而来，瞬间降临在玉台上，光芒散去，一位身穿黑袍、气息如渊的中年男子韩龙现身。恭迎韩长老。何人在此闹事？回禀长老，就是此僚，他自称古长生，无故闯我大殿，还残忍杀害了血魔岛主，请长老为我等做主啊！韩龙顺着他指的方向，目光落在了古长生身上，看清古长生面容的瞬间，韩龙那威严的表情瞬间凝固，接着瞳孔急剧收缩，如同见了鬼一般，他身上的恐怖气息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3大岛主和全场数千万修士不敢置信的目光中，这位不可一世的天人境长老双腿一软，扑通一声，干脆利落地跪在了地上。前辈晚辈，韩龙不知前辈在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你就是他们搬来的救兵？不敢，晚辈是来给前辈请安的。晚辈若是知道是您老人家在此，给晚辈100个胆子也不敢来啊！不敢，晚辈是来给前辈请安的。晚辈若是知道是您老人家在此，给晚辈100个胆子也不敢来啊！哦，那你跟他们说说我是谁，让他们死也死个明白。你们3个蠢货，瞎了！
你们的狗眼！这位前辈乃是凭一己之力覆灭7大圣地联军，弹指间屠灭7位天人老祖的盖世存在，你们竟敢得罪他！你们是想拉着整个东域陪葬吗？这一天，万湖岛3大岛主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有时候你以为的靠山，可能是对方的孙子辈粉丝。当古长生这3个字被证实，整个万湖道场的气氛从庆典瞬间转为了大型追悼会。尤其是那些曾经在酒馆里口嗨过、编排过主角谣言的修士们，古长生身份曝光，全场死迹落针可闻。人群中几个曾经吹牛编排过古长生的散修，此刻吓得面无人色，双腿筛糠，想溜又不敢动。其中一个名叫曹高的散修，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前辈饶命啊！小的有眼不识泰山，小的嘴贱再也不敢了。他旁边的中年符师也吓得浑身哆嗦，连忙撇清关系。可什么都没说，他说的都是他说的。长生的身影一闪，凭空出现在了曹高面前。曹高吓得直接瘫在地上，一般骚味弥漫开来。别紧张，我就是来核实几个问题。听说我拿圣者的脑袋当夜壶，小的胡说，小的该死！前辈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屁放了吧。还听说我割了女生的当枕头，这个有点意思，展开说说什么手感。全场修士大气不敢出，都以为古长生要杀人立威，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古长生站起身，拍了拍曹高的肩膀。年轻人想象力很丰富，有前途，不过下次吹的要靠谱点，要有逻辑。比如你可以说我把大地吊起来打，这个我就很爱听，显得我比较厉害，记住了吗？记住了。孺子可教也。说罢，他不再理会众人，转身走向韩龙。前辈宗主已在，宗门备下薄酒，等候您多时，请您一步。不急，我就是随便逛逛，没打算去你们那。古长生说着，径直带着宁瑶登上了韩龙那艘气派无比的宗门飞舟。前辈，这是我的飞舟。知道啊，我看它挺宽敞的，顺路载我一程，有问题吗？没问题，前辈您能乘坐，晚辈的飞舟是晚辈8辈子修来的福气。韩龙亲自跑到驾驶位，开始当起了司机。古长生再一次用行动证明，只要实力足够强，别人的就是我的还是我的。告别了万湖岛，古长生又顺路来到了东域的另一霸主镇魔仙宗，而他的到来似乎也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巨大危机。镇魔仙宗山门前，宗主亲自带领所有太上长老、核心长老排成2列，场面宏大，气氛庄重。韩龙的飞舟缓缓降落。镇魔仙宗第56代宗主率全宗高层恭迎前辈莅临。恭迎前辈。古长生打着哈欠从飞舟上走下，随意的挥了挥手。行了行了，别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我这人不喜欢形式主义，带我去你们那儿冒黑烟的地方看看。冒黑烟啊？前辈您说的是魔域之门？对，应该就是那个。听韩龙说你们是专业镇魔的，我去视察一下工作。在首席大人眼里，足以威胁一州安危的魔域之门，其形容词大概是一个比较大的烟囱。众人来到魔域之门前，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空间裂缝，被无数条刻满符文的圣器锁链捆绑着，但仍有丝丝魔气从中泄露。前辈此门后便是魔界通道，自我宗立派以来便世代镇守于此。锁链崩断声咔嚓咔嚓，话音未落，捆绑着裂缝的圣器锁链竟开始一根根的崩断，警报声大作，一股前所未有的漆黑如墨的恐怖魔气如同火山爆发般从魔域之门中猛地喷涌而出。不好，是最高等级的灭级魔灾！快祭出镇宗圣器！完了，圣器也压不住天。
要亡我真魔仙宗！前辈，快退！此地危险，魔气沾染不得。在所有人惊恐万状、四散奔逃的背景中，古长生却无视了所有劝阻，反而向前一步，迎着那滔天魔气，闲庭信步们一步步走向魔域之门。污染环境罚款。古长生，古长生回头对着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别怕，我进去看看 WiFi 信号好不好？那足以侵蚀圣人的恐怖魔气，在靠近古长生3尺范围时，竟如同遇到了君王的老鼠，温顺无比的向两侧退散，为他让开了一条通路。古长生的背影就这么在众人敬畏、震撼、匪夷所思的目光中，消失在了那片漆黑的深渊里。当别人在恐惧深渊时，古长生在关心深渊里有没有网，而深渊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魔灾的背后隐藏着跨越世界的阴谋，而古长生正是前来揭开这一切的人。只不过他揭开的方式向来都比较直接。魔域通道内无穷无尽的魔物如潮水般涌向古长生，古长生闲庭信步，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所有靠近他3尺范围的魔物都会悄无声息地化为飞灰。他很快走到了通道尽头，来到一座宏伟的魔殿前。王座之上，一尊由纯粹魔气构成的巨大法像缓缓凝聚，威压足以让圣境强者瞬间崩溃。人族，你是数万年来第一个能走到本座面前的生灵，报上名来，本座不杀无名之辈。我是你爹。有趣的蝼蚁，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魔殿主人抬起遮天蔽日的魔手，对着古长生猛地拍下。反应这么慢。古长生同样抬起手，对着那巨大的法像随意的一巴掌扇了过去。他的手掌明明很小，挥出时却仿佛带动了整个世界的法则。那不可一世的魔气法像如同被戳破的气球，在一巴掌之下轰然溃散。魔殿主人的真身从空中狼狈跌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射到古长生面前。前辈您叫爹，爹，孺子可教也。我这人呢，不喜欢打打杀杀，只要你听话就知道该怎么做。知道，爹，您说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那好，以后凡间魔灾、泛滥污染环境的事就交给你负责。摆平了，做得好有奖励，做不好。古长生掰了掰手指，发出咔咔的响声。就这样，魔殿主人还没来得及在新人面前装个逼，就喜提玄黄界魔灾防治办公室主任一职，并开始了他痛并快乐着的打工生涯。古长生继续深入，来到魔界核心，见到了如同山脉般巨大的魔界之主。人族，你越界了。魔界之主一只手掌抬起，遮蔽了整个天空，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向古长生拍下。古长生身影一闪，凭空出现在了魔界之主的头顶。他抬起脚，对着那巨大无比的头颅轻轻一踩，山崩地裂，如同山脉般的魔界之主竟被这一脚之力硬生生地踩进了大地深处，只留下一个巨大的头颅在外面动弹不得。我问你，打有意见吗？没有。很好，第一个问题，九羽大帝是谁？他是我大哥。魔界之主发出痛苦的呜咽。是我爹，他是我亲爹。这才对嘛！看来你也是个孝子。看来在古长生的世界里，辈分问题总是能通过物理方式得到友好而统一的解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古长生深入魔界友好协商之时，一位天命之子叶辰也带着他老爷爷悄然跟了进去。他以为自己是黄雀，这里是鳄鱼潭。叶辰在师尊通天至尊的神魂庇护下，小心翼翼地潜入魔域通道。古长生就在前方，何时动手夺取他的大道圣文？徒儿放心，
此地魔物众多，待他与魔物斗得两败俱伤，便是你坐收渔翁之利之时。为时已，为你平地天机，无人能发现。话音未落，前方魔气翻涌，81位身穿黑甲气息、皆在圣境的人魔尊者排成两列，缓缓走出，将叶晨团团围住。为首的天魔尊更是达到了至尊境，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叶晨。师尊，这是怎么回事？奇怪，他们怎么会在此地？哟，好俊俏的小哥，是哪位大人派来的？我乃九羽仙门。徒儿，为师信号不好，此地风大，先挂了。师尊，别挂，救我！事实证明，再牛逼的老爷爷也怕对面人多以及信号不好。天魔尊看着一脸绝望的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杀了可惜。正好本座最近在学习人族礼仪，你就留在天魔殿，专门教本座礼仪吧。不，画面一转，魔殿的餐桌上，天魔尊正翘着兰花指，用2根手指夹起一块血淋淋还在滴血的不知名肉块，姿态优雅的放入口中。小叶子，你看本座这个用膳的姿势，优雅吗？符合你们人族的贵族礼仪吗？优雅。那你为何不吃？这是对主人的不尊重。哦，你这就不懂礼貌了。来人啊，把这份真雄给小叶子灌下去，让他好好学学什么叫餐桌礼仪。几名魔将狞笑着走向叶晨，叶晨看着那只逼近的人手，流下了悔恨的泪水。魔殿内，天魔尊站在桌旁，正在写字。叶晨鼻青脸肿的苦着脸站在一旁研墨。叶晨，禽兽优雅准则。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是嚼骨头的时候。这骨头一咬就碎了，必然会发出声音，怎么办？要不要饭前先把别人的耳朵弄聋？见到长辈要微笑问好，不能直接问你瞅啥。喝茶要用3根手指，翘起兰花指以示优雅。上完厕所要洗手，不能直接用袍子擦。为何不解？从天命之子到礼仪牛马，叶晨只用了1天，这或许是他修仙路上最深刻也最有味道的一堂实践课。解决了魔界的小麻烦，杜长生神清气爽的回到了他此行的起点归程。但他没想到自己才离开没多久，这里就从阴森诡异变成了大型非诚勿扰现场。鬼城长生殿堂前人头攒动，各路强者汇聚于此，气氛热烈。一位头生龙角、英俊不凡的妖界女子，手持一捧由魂晶雕刻的玫瑰，单膝跪在殿前。素素姑娘，嫁给我吧！只要你点头，整个北冥妖界都将是你的聘礼。话音刚落，一个扛着狼牙棒、肌肉虬结的魔界尊者一脚将他踹开。滚一边去，小白脸！素素是我的素素，你看我这身肌肉，嫁给我，我能让你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安全感。殿堂内，云素素看着外面闹哄哄的场面，绝美的脸上写满了冰冷和不耐烦。给我滚！主人，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6波求亲的了，要不您还是把脸重新遮一下？为何？您再不遮我这小店的门槛，都要被这些痴情鬼给踏平了，这生意还怎么做？事实证明，颜值太高，有时候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一群几万年没见过美女的单身鬼面前。就在此时，一位气息强大的圣境强者蛮横地推开众人，直接闯入殿堂。一群废物，小美人，别理他们，跟本座走吧，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圣境强者无视山鬼寮的警告，直接伸手抓向云素素的手腕，一只穿着草鞋的脚凭空出现，后发先至，带着才艺精准地踹在了圣境强者的脸上。那名圣境强者连反应都没有，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倒飞，撞穿了7、8栋建筑，消失在鬼城尽头。古长生的身影缓缓在云素素面前显现，他拍了拍刚刚踹人的脚，仿佛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哪来的垃圾也敢碰我的人？公子。古长生没有看他，而是转身，目光扫过外面所有被吓住的求亲者，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全场。我再说一遍。他伸手指了指身旁的云素素，他云素素是我古长生召的。他环视众人，咧嘴一笑，谁有意见，谁不服？妖界皇子
魔界尊者等一众强者，如同被掐住脖子的鸭子，疯狂摇头，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没意见，谁敢有意见啊？赶走了所有的情敌，鬼城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王神也终于要开始着手处理他自行的正事了。好了，现在开个会，关于地府重建上市计划，我简单说两句。尊上地府崩碎轮回，断绝已有100万年，真的重建吗？废话，我亲自操刀的项目有过失败的案例吗？公子需要我们做什么？你以后就是本项目的一期工程总包工头，负责招募阴兵鬼差，维持施工现场秩序。包工头，你担任总设计师兼美术总监，负责画出奈何桥、忘川河18层地狱的规划图纸。风格嘛，就搞个赛博朋克风吧，酷一点。总设计师赛博朋克是什么课？改变天万界格局的伟大工程，在古长生的安排下，听起来就像一个村头的草台班子项目启动会。可是尊上鬼城死气沉沉，缺乏生机和法则支撑，无法作为地府的根基啊！缺根基早说嘛！古长生缓缓走下王座，来到殿堂中央，他伸出食指，对着脚下漆黑的大地轻轻一点，整个世界剧烈震动的嗡鸣声，整个鬼城开始剧烈震动，大地裂开一道深不见底的缝隙。下一秒，一道通天彻地、由无数玄奥符文构成的轮回之光，从裂缝中猛地冲天而起，贯穿了鬼城的苍穹。无尽的轮回之力和生命气息从光柱中散发出来，原本死寂的鬼城大地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出点点幽蓝色的灵魂之花。山鬼瑶和云素素仰望着那道通天光柱，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震撼和狂热的崇拜，如同见证了神迹的信徒。这是失落的轮回本源之力。看基建这不就来了吗？以后你们就在这光柱旁边办公，网速快，信号好。好了，我要去睡个回笼觉，开饭了叫我。对古长生而言，创造奇迹或许真的只需要动动手指，而一个全新的地府即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地府重建计划正式启动。长生知道，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才刚刚登场。长生殿堂内，长生正躺在王座上享寐，一道身影凭空出现，气质超凡。正是之前在魂天境被拍成纸片人的大帝重生者陈清帝，吾乃魂种，使者奉主宰之命前来与阁下商谈合作。商谈？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我又不认识你。阁下在魂天境内应该见过本帝。原来是你这个纸片人啊，恢复的挺快嘛，粘的挺结实的。阁下速效。即使面对大帝重生者，首席大人也总能精准的找到对方最不堪回首的黑历史。阁下魂天境乃魂种所开，主宰大人很欣赏阁下的实力，愿与阁下共享其中奥秘，共谋大事。只要阁下愿意合作魂种的资源，任由阁下调遣。共享资源任我调遣，听起来不错。不过嘛，合作总得有个主次之分，而且想跟我合作的拿出点诚意来。不知阁下想要何等诚意？这样吧，古长生指了指殿堂的大门口，我看我这长生殿堂缺个看门的，我看你就挺合适，气质不错，往那儿一站挺唬人的。你在这儿给我看1万年门，我就考虑跟你们那什么主宰合作。你欺人太甚！本帝乃是大帝重生，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啊！多少人想给我看门排队，都排到下个纪元了，我还不一定让呢。你看我对你多好。你行了，机会给你了，干不干随你，不干就滚吧，别打扰我思考人生。陈清帝脸色变了又变，最终他死死地盯了古长生一眼，一言不发，身影化作光点消失。公子，您就这么让他走了？魂种神秘莫测，恐怕……放心，鱼儿已经撒下去了，就看这条鱼什么时候咬钩了，他会回来的，因为好戏才刚刚开始。解决了魂种的小麻烦，首席大人似乎又感到了无聊，于是他决定回天剑道宗找点乐子。而刚刚在焚日残殿结下梁子的太荒弟子和楚天秋，不幸的成为了他的新玩具。龙门山崖坪，太荒弟子和楚天秋一脸懵逼的站在古长生面前，一个是圣体，一个是弟子，体质都还不错，就是脑子不太好使。好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龙门山的人了。凭什么？我乃烈阳古派弟子，你敢囚禁我？我宗门绝不会放过你。哥们，别挣扎了，没用。我跟你说，他连圣者都当柴烧。
看门狗已经有了，还缺2个打杂的。你们俩，一个负责扫地，一个负责做饭，自己商量一下谁干哪个。你竟敢如此羞辱我的！就在此时，一道流光从天而降，化为一位身穿金袍的烈阳谷派使者。他看到楚天秋，先是一喜，随即看到这场景，脸色一沉。阁下就是谷长生，速速放了我家弟子，我可留你一具全尸！别理他，你们先比一场，谁赢了，谁就可以不用做饭。比什么？就比斗鸡吧，单脚站立，看谁先把对方撞倒。楚天秋、太荒弟子、烈阳谷派使者3人同时使化，远处围观的大夏三皇子等人则兴奋地拿出灵石，开始下注。太皇弟子赢，他看起来比较壮。谷长生，你竟敢如此羞辱我家弟子，这是对我烈阳谷派的公然挑衅。嘘，小声点儿。没看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乎尊严与荣耀的神圣对决吗？在谷长生的死亡凝视下，楚天秋和太荒弟子只能屈辱的单脚站立，开始互相撞击。这算什么对决？当然是在比拼他们的道心与定力。你看，一家弟子下盘不稳，说明他道心不坚，还需要多多磨练。我这是在帮他修行啊，你应该感谢我。我信你个鬼！狂妄庶子，受死！谷长生看都懒得看了，随意的一巴掌扇了过去，响亮的耳光声，使者连同他的法宝被一巴掌扇飞，化作流星消失在天际。好了，苍蝇赶跑了，你们继续。哦，对了，忘了跟那个谁说，想让他俩回去。行啊，拿你们宗门的地物来换，一个弟子，一件地物，童叟无欺。首席大人的生活总是充满了惊喜，这不，刚收了2个打杂的，又有一位绝世美人，千里迢迢的上门服务来了。龙门山崖坪，一位身姿婀娜、容貌绝美的女子，徐子晴从非洲上走下。她一出现，周围的灵花都仿佛更鲜艳了几分。她来到正在摇椅上打盹的谷长生面前，盈盈一拜：“公子，小女子徐子晴特为报答公子当日解救之恩而来，公子大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停，我知道了。他坐起身，上下打量了一下徐子晴。他还要接受我了吗？公子。谷长生指了指不远处的厨房，看到没？去那报道，以后跟着宁瑶姐姐学做饭，争取早日考取厨师证，为本首席的饮食健康事业添砖加瓦。做饭。很显然，对于报恩的理解，首席大人和正常人之间存在着次元级的差异。徐子晴不甘心，主动来到厨房，想要一展身手，结果在厨房门口遇到了宁瑶和红礼。许妹妹，厨房油烟大，妹妹这般细皮嫩肉的，不该来这种地方。宁瑶姐姐，我只是想为公子分忧，为他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红梨在一旁面无表情地拔出剑，开始削苹果，剑气森然。他的饭我们负责。一道无形的剑气擦过徐子晴的刘海，削掉了几根发丝。姐姐们，这是怕我抢了你们的位置吗？三女之间，空气中仿佛有电光在闪烁。下一秒，厨房内传来乒乒乓乓的打斗声，锅碗瓢盆的碎裂声，以及法术对轰的声音。厨房外，谷长生躺在摇椅上，听着里面的动静，淡定地拿出传讯玉简。四长老吗？是我，送一份豪华版麻辣烫套餐到龙门山，要快，加麻加辣。首席，您那边不是有3位仙子？别问，问就是他们今天没空，厨房装修。3位风华绝代的仙子此刻灰头土脸，互相瞪着对方。厨房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魂天境的历练告一段落，而他的最终对手天贝也终于降临人间，一场关乎3000道州年轻一代最强名号的争夺战。
正式拉开帷幕。东土神州通天彻地，人前山各路天骄妖孽一起。某圣体测试完毕，混天杯亮起10道光。 10次震荡，当世天骄，谁能与我争锋？话音刚落，神霄圣体11道光环亮起，盖过了之前。 11次，是11次震荡，不愧是神霄圣体，当世第一。天剑道宗，众人也在人群中。大师兄，这帮人好猛啊！咱们宗门谁先上？要不我先去探探路。不急，让他们先卷一会儿。你看这队排的，跟春运抢票似的。等下直接去领奖就行了，费那劲干嘛？领奖？还有没有要测试的天骄？若无，此次天道金榜榜首便是我神霄道宗。话未说完，古长生打着哈欠，直接穿过拥挤的人群，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慢悠悠的走到了混天碑前。插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古长生身上，想看他要做什么。这么大个屏幕，竟然没挂广告位出租，太浪费资源了，商业模式不行啊！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古长生伸出食指，指尖亮起金光，他无视了下方的测试区域，直接飞到混天碑最顶端，像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一样，开始在上面刻画起来。他在做什么？金光闪耀，龙飞凤舞的6个大字出现在了混天碑榜首，把原来第1名萧不凡的名字硬生生的挤到了第2位。那6个字是古长生天下第一，天道共鸣声。混天碑不仅没有排斥，反而金光大放，默认了这一结果，昭告3000道州，全场死寂。所有天骄和护道者都如同被施了定身法，表情彻底石化。这样看着就顺眼多了。好了，颁奖吧，我赶时间回去吃饭。当别人还在努力打排位的时候，古长生选择直接用管理员权限修改了服务器的后台数据。以最嚣张的方式登顶榜首，自然会引来最多的非议。正当所有人以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时，以为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整个事件的画风急转直下。古长生的作弊行为瞬间点燃了在场所有护道者的怒火。一位圣境护道者须发皆张，一步踏出，恐怖的威压笼罩向古长生。黄口小儿，竟敢戏耍天道金榜，此乃逆天之举！速速上前，抹去姓名，跪下受罚。对，延长布袋，藐视天道，当诛！一群老头火气这么大，是不是肾不好？更年期到了，我劝你们最好别动手，不然等会儿我夫人来了，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众人闻言，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夫人，你一个11岁的小屁孩，毛都没长齐，还敢妄谈夫人，真是滑天下之大忌。他笑声未落，一只素白如玉的手毫无征兆的凭空出现，直接揪住了古长生的耳朵。全场笑声戛然而止。一位风华绝代、看不清面容，却让人感觉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白衣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古长生身边。她身上没有任何气息，却让在场所有圣境都感到一阵心悸。夫君又在外面胡闹，是不是忘了时辰，该回家喝药了？全场所有人集体石化，下巴脱臼掉了一地。夫君，药！强如首席大人似乎也有自己的克星。看来万古不败的定律，在搓衣板这个古老的概念面前，也得稍稍让步。娘子，你怎么来了？误会，都是误会。我就是出来透透气，跟这些道友切磋一下。哦，是。那这些是什么？女子玉体一姿，半空中浮现出红梨、宁瑶、徐子晴、
云素素等人的清晰影像，个个国色天香。他们是我的道友，最志同道合的道友。我们在一起是探讨人生哲学的。哲学是吗？看来我们回家后也需要好好探讨一下什么叫哲学了。说罢，他揪着古长生的耳朵，在所有人敬畏、惊恐、八卦的目光中，一步踏出，消失不见，只留下一个潇洒狼狈的背影和一群在风中凌乱的顶级强者。我们刚刚是不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首席大人被家暴的场面，给众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而对于天剑道宗的姑娘们来说，震撼之余，更多的是一种名为吃醋的情绪。天剑道宗众人还处于呆滞状态，空间一阵波动，神秘女子竟又揪着古长生的耳朵，从虚空中走了出来。娘子，咱回家再说行不？外面人多，给我留点面子。两位妹妹便是夫君在外的道友吧？长得可真水灵。我家夫君顽劣，承蒙两位妹妹一路照顾了。不客气，姐姐说笑了，我们与她只是同门。娘子，你看他们真是……夫君不必多言，我都懂。他亲热地拉起红梨和宁瑶的手，总难得遇上几位妹妹，不如随我回家喝杯茶，好好聊聊。红梨和宁瑶想挣脱，却发现对方的手仿佛蕴含着一个世界的力量，根本无法挣脱。女人之间的战争，往往在最和善的微笑和最亲切的称呼中悄然打响。一艘华丽到极致的非洲上，内部空间如同一座仙宫。古长生被夹在中间，左边是红梨，右边是宁瑶，三人正襟危坐。对面，神秘女子正在优雅的沏茶。夫君赶了半天路，口渴了吧？来，喝杯为妻亲手泡的悟道茶。茶杯缓缓飞向古长生，就在茶杯即将到达古长生面前时，一道微不可察的血色溅起，红梨发出凭空出现，挡在茶杯前。他不渴。宁瑶见状，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点心。奔波劳累，还是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吧。点心飞向古长生，神秘女子笑了笑。点心在飞到一半时，周围空间一阵扭曲，瞬间被碾成了蹄粉。哎呀，不好意思，手滑了，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夫君还是喝我的茶吧。三股无形的气场在小小的空间内激烈碰撞，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古长生被夹在中间，额头上冷汗直流，身体僵硬，动也不敢动。那个，我能站起来上个厕所吗？不行，不准。坐下。够了，你们太过分了，还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三女同时抬头，冷冷地看着他。一道空间裂缝，一道血色剑气，一道丹火掌印，同时精准地命中在古长生身上。古长生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轰飞出去，撞穿了非洲的墙壁，消失在云海之中。被自己的女人们联手制裁，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当然，这也可能是他自找的。但无论如何，首席大人决定，他要拿出真正的技术了。云海之中，长生的身影从下方慢悠悠地飞了，他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尘，黑着一张脸，重新落回非洲甲板上。非洲那三位绝世美女正坐着品茶，气氛和谐，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哦，夫君还敢回来？外面的风光可还好？还想再飞一次？别生气了，刚刚是我们不对。来，坐下喝杯茶，消消气。顾长生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到主位，坐下，深吸一口气，猛地一拍桌子：“你们太过分了！”三女见他真的发火，都是一愣，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他真生气了，是不是玩过火了？有意思，终于不装了吗？在三女各怀心思的注视下，顾长生的表情突然从愤怒转为痛心疾首。你们为什么要吵架？你们为什么要动手？你们知不知道打在我身，痛在你们心啊？不对，痛在我心啊！
他看着三女，眼神无比真诚。你们每一个在我心里都和我的左手、右手一样重要，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让我如何抉择？三女集体愣住，被这突如其来的骚操作闪到了腰。左手右手，没错，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古长生全都要，你们都是我的翅膀。他眼神陡然变得霸道无比，话音刚落，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气场瞬间笼罩全场。古长生身影一闪，如同瞬移般出现在三女中间。他根本不给反应机会，左手揽住红梨和宁瑶的纤腰，右手直接将神秘女子霸道地拥入怀中。你放开大大！再动信不信我把你们三个的屁股都打开花，家法伺候。三位足以让诸天颤抖的女子，此刻竟都安静了下来。虽然脸上还带着羞愤，但却没有再携美而归的首席大人，还没来得及享受几天安生日子，新的客人便已登门。来自时日道中的烈阳古派，逍遥神山神日期前来拜山，是之前被山飞的烈阳古派使者。这一次，他态度谦卑了许多，并付出了大量。长老先前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犯了古前辈。宗弟子楚天秋不幸陨落于本日残殿，建议他咎由自取，此乃我宗赔罪之礼。还望前辈与本前辈效仿，算你们识相。只是我宗弟子虽然有错，但终究是我宗血脉，不知千秋的遗体，我等可否带回宗门安葬？以后与他落叶归根。古长生的声音懒洋洋的从后面。谁说他死了？众人回头，只见古长生打着哈欠走了过来。没死古前辈，您的意思是天秋他还活着？对呀，活得好好的，能吃能睡，还能扫地呢。他在哪？楚天秋，过来接客。不远处，穿着一身杂役服饰的楚天秋，正拿着扫帚扫地，听到喊声，一脸不情愿的走过来。看到这一幕，都快掉出来了，表情如同见了鬼。师父弟子他忘了跟你说，我见他骨骼惊奇，天赋异禀，是个修行的好苗子，就顺手救了回来，收为本座的开山大弟子了。他现在道号叫雾尘，负责打扫山门。使者彻底傻眼，大脑宕机。正好你们来了，以后呢，本日残殿就交给他这个大弟子全权打理了。你们烈阳古派要是想进去参观历练什么的，记得找他买票。我们还能买票进去？当然，看在你们今天送了这么多礼的份上，可以给你们打个8折优惠。不过亲兄弟明算账，门票钱1分都不能少。解决了焚日残殿的历史遗留问题，古长生的目光又投向了另一座古老的禁区禁魔园。那里还有一位不太听话的老朋友在等着他。禁魔园上空魔气缭绕，夜山老祖徐宗涛盘坐于虚空，气息比之前强大了数倍，脸上写满了嚣张与得意。长生带着徐子晴凭空出现在他对面。哈哈哈哈！古长生，你没想到吧？本座不仅没去找什么幽冥主宰，反而掌控了这禁魔渊的力量。你谁呀？看着有点眼熟。本座徐松涛。哦，想起来了，我当初随手放走的那条老狗，怎么不夹着尾巴做人，跑这儿来拆家了？你才是狗古长生，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当初的妇人之仁。今日本座就要让你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徐松涛声势一合，整个禁魔渊的魔气都沸腾起来，化作一条巨大的魔龙，张牙舞爪的扑向古长生。今日本座就要将你也镇压在这禁魔渊之下，永世不得超生。唉，真不听话。他伸出食指，对着禁魔渊的核心轻轻一点，什么东西被抽走的声音。那条不可一世的魔龙在半空中瞬间凝固，然后寸寸瓦解，化为最原始的魔气消散。整个禁魔渊的魔气如同被戳破的气球，在瞬间被抽干。徐松涛身上的强大气息瞬间消失，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空中跌落，身上重新出现了当年被镇压时的法则锁链。我的力量，你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把你借的东西收回来了而已。他转头看向一旁已经惊呆的徐子晴，看到没？以后他就是你的了。我的，对，从今天起，你就是这禁魔渊的新任典狱长。古长生随手一挥，一条禁魔渊法则力量形成的黑色长鞭出现在徐子晴手中。他要是不听话或者想跑，你就用这个使劲抽他，别怕，打死了他命令。徐子晴
看着手中的长鞭，又看了看囚笼中瑟瑟发抖的老祖许松涛，绝美的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个略带病娇的微笑。哦，大公子，子晴一定好好看管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处理完一个不听话的反骨仔，又来了一个更不讲理的官老爷。这一次，对方的来头似乎有点大。下界凡人，你就是古长生，乃天庭36天将之一，奉玉皇大帝法旨前来。知道了，知道了，查水表的吗？什么水表？行了，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赶时间回去吃饭。本君代表天庭，你竟敢如此无礼！长生，你屡次在凡间掀起杀戮，污蔑圣地，扰乱三界秩序，罪孽深重。玉帝有旨，命你速速随我上天庭，到斩仙台上走一遭，听候发落。就这不去？你敢抗旨？他祭出一件金光闪闪的绳索法宝，化作一条金龙，索向古长生。敬酒不吃，吃罚酒由不得你了。那条威风凛凛的金龙在半空中一个急转弯，如同见了鬼一样掉头就跑，以更快的速度飞了回去，将还没反应过来的渡恶真君自己捆了个结结实实。你对我的捆仙索做了什么？哎呀，真君，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自己把自己捆了？这业务不熟练啊！看你对管理人间这么感兴趣，天天盯着我这样吧。我这个人最好学，我特批你来我天剑道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地考察学习。考察学习？对啊，让你看看我们是怎么管理宗门的，学习一下先进经验食宿全包，还给你发实习工资，怎么样？够意思吧？4长老接客，天庭派来的第1个交换生，安排一下。交换生？我们宗门还有这业务？送走了一位不请自来的神仙，首席大人又想起另一位老朋友，本着不能厚此薄彼、雨露均沾的原则，他决定也去给对方送一份温暖。山洞中荒凉的山谷，上古人兽龙须虎正化作一个肌肉壮汉的形态，拿着一把铲子疯狂地挖掘。绝对是骗我！这里鸟不拉屎，哪有什么空间机？我挖了3个，连根本都没有。一个声音懒洋洋的从他身后传来。兄弟找什么呢？需要帮忙吗？你谁呀？走路没声音的。别紧张，我叫雷锋，是个好人。我看你在这挖半天了，是在找机缘。是，又如何？哎呀，那你可真是挖错地方了。挖错了？当然，这阴山是什么破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说，当今世上真正的破天富贵，在一个叫天剑道宗的地方。天剑道宗是在忽悠你？我天打雷劈！我跟你说，那地方机缘都堆成山了，生气地物满地跑，神丹神药当饭吃。我们首席前2天刚宰了10几个圣者，把他们的圣骨拿来熬汤喝。熬汤？千真万确，我就是从那儿出来的。实在看不下去，你在这白费力气。我看你骨骼惊奇，与我有缘，才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你现在赶紧去，从这往东飞，看到最气派的那个山头，就是去晚了，别说汤了，连刷锅水都没得喝。此话我蛊啊，不，我雷锋从不骗人。大恩不能欺。你这说罢，龙须虎化作一道流光，兴冲冲的朝着东方飞去。速度快，带起一阵音爆。古长生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满意的笑了笑。不客气，以后宗门又多一个免费的顶级打手，监护山神兽了，真好。一个敢忽悠，一个真敢信。当上古神兽龙须虎满怀希望的奔赴天剑道宗时，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不是什么惊天机缘，而是一份包吃包住的好工作。龙须虎化作的壮汉兴冲冲地来到逍遥神山山门前，看着眼前仙气缭绕、气势恢宏的山门，激动得浑身颤抖。没错，就是这里，这冲天的气运，泼天的富贵，我来了。他无视了门口闲人免入的石碑，大摇大摆的就要往里闯。一道粗大的金色闪电从护山大阵上劈下，精准的命中龙须虎。龙须虎被电得浑身焦黑，头发根根倒竖，冒着青烟扑倒在地。哎呦，我娘谁？他娘的搞偷袭，不讲武德！古长生的身影懒洋洋的从山门内走出。欢迎欢迎，新同事，这就是我们宗门为你精心准备的别具一格的欢迎仪式，感觉怎么样？够热烈吧？你就是那个雷锋，少废话机缘呢？
圣骨汤呢？就在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龙门山的护山神兽兼保安队总队长了。恭喜你通过面试，正式被录取了。看大门头的你，他娘的说，老子今天撕了你！唉，入职前还要搞岗前培训，真麻烦。他抬起手，对着那山岳般的头颅，食指轻轻一弹，龙须虎那巨大的身体如同被一颗星辰撞中，发出一声哀嚎，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撞碎了远处7、8座山峰，才停了下来。片刻后，龙须虎重新化为人形，鼻青脸肿，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脸上写满了生无可恋。首席好，请问什么时候开始上岗？龙须虎生无可恋地趴在山门口的保安亭里打盹，四长老骂骂咧咧地御剑飞来。小长生又搞什么鬼？开个会还非要来龙门山？哪来的大猫？看着还挺肥。他刚要飞进山门，龙须虎一爪子挥出，精准地将四长老从飞剑上拍了下来，摔了个狗吃屎。闲杂人等禁止入内，没看到牌子吗？我是四长老，你这孽畜瞎了你的狗眼！我管你四长老、五长老首席，说了他要睡觉，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去。我看你比苍蝇大多了。说罢，对着四长老又是一顿胖揍。小龙啊，干得不错，这个月奖金翻倍。至于四长老，就当是给你练爪子了。打发了新员工龙门山，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麻烦似乎总喜欢不请自来。这一次是那位被大师兄拍成纸片的老熟人。龙门山山门前，陈青帝的身影凭空出现。诸位道友不必紧张，在下并无恶意，只是想求见古前辈。古长生躺在摇椅上的身影从后山缓缓飘来。哟，纸片人兄恢复的挺快嘛，胶水粘的挺牢固的。这次来是想再被拍一次，还是想试试被搓成一个球？忍住主宰大计，不计小辱。阁下说笑了，在下奉魂种主宰之命，为之前在魂天境的鲁莽和冒犯，向阁下致以最诚挚的歉意。他双手奉上一个储物宝箱，宝箱打开，里面是各种奇珍异宝，霞光万道。哦，道歉就道歉，还带什么礼物？搞得我好像很贪财一样。行了，诚意我收到。我这人一向宽宏大量，就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事儿吗？没事儿就回去吧，别耽误我晒太阳。前辈在下斗胆，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阁下与那九羽大帝是何关系？咦，你怎么知道我跟他有仇？实不相瞒，我魂种与九羽仙门也有些过节。哎呀，兄弟，你怎么不早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我跟你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魂种之所以会被封印，之所以降临凡间会受阻，就是那个姓九的在背后搞鬼，他想独吞整个世界的气运。你们的真正敌人是他。原来如此，主宰让我们来试探，就是为了验证这个情报。古长生果然知道内幕。原来如此，多谢阁下指点迷津，此等大恩没齿难忘。客气什么？同为九羽大帝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去吧，兄弟，为了正义，为了和平，去跟他死磕。我看好你。陈青帝带着重要情报，对古长生千恩万谢后，心满意足地离去。古长生用一个善意的提醒，成功为九羽大帝树立了一个新的强大的而且脑子不太好使的敌人。这波操作堪称顶级甩锅，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客人。龙门山终于迎来了一位真正的主人，虽然他看上去更像个要饭的。龙门山崖坪，一道身影凭空出现。此人衣衫褴褛，头发凌乱，脸上全是灰，肩上却扛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铁锹，正是老木。哟，老木挖矿回来了，这次去哪个星球了？收获如何？尊上别提，藏天旧土的地方，邪门的很。不过这次有更要紧的事，神魔谷地那帮孙子好像要提前苏醒了。醒了这么不守时，正好你刚回来，活动活动筋骨，再去一趟。去干嘛？帮他们松松土，让他们睡得更安稳些。松土尊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让我去把他们埋得更深一点？是尊上。对于古长生来说，所谓的禁区异动，可能还不如后花园需要除草来得紧急。而老木则带着这个充满奇异的指令，踏上了新的旅途。神魔谷地，一片死寂。中央矗立着一座
如同魔神头颅般的巨大山峰。老木扛着铁锹来到山峰脚下。尊上说松土，那我就从这儿开始松吧。他抡起铁锹，对着巨大的山峰一锹挖了下去，整个神魔谷地剧烈震动，那座巨大的山峰竟从中间裂开一道缝隙。一个巨大无比长着双脚的魔神头颅从山峰中缓缓升起，他睁开如同熔岩般的双眼，脸上写满了被打扰清梦的起床气。是谁竟敢扰本座清梦？想死吗？神魔主宰的目光锁定了下方那个扛着铁锹的渺小的人影，他正要发怒，当他一落在那儿把平平无奇的铁锹上时，他那如同太阳般的巨眼猛地一缩，所有的愤怒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神魔主宰的表情从暴怒瞬间切换到谄媚的笑脸，变脸速度堪比翻书。原来是巡查大人。哎呦，小的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大人，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小的也好，扫踏相迎啊。我就是尊上让我来松松土的。松土，对，是该松松了。这地太硬了，大人您歇着，这种粗活哪能让您动手？小的自己来。在解决了大部分外部威胁后，闲不住首席大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宗门内。他决定要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修炼程度和沙雕程度。我宣布，为了促进宗门内部团结，发扬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天剑道宗第1届首席杯摸鱼，哈布宗门大比现在开始。10万岁！本次大比第一比赛第2，重在参与才怪，所有项目的第1名奖励上品圣器1件，最后1名负责打扫宗门厕所1个月。众人闻言更是激动，气氛大。好了，现在公布第1项比赛，御剑精准投送。他使一半空中出现了数十分，用10盒装好的老木牌秘制麻辣烫。比赛要求在半个时辰内将这份麻辣烫完好无损的送到人剑峰4长老手中，记住不得洒漏一滴汤，否则取消资格。人剑峰上正在打坐的4长老一脸懵逼的道：“怎么感觉有人在算计我？”比赛开始，场面瞬间有的弟子御剑技术不精，在空中拐弯时，麻辣烫直接飞了出去，浇了下方弟子。刘铁柱嫌御剑太慢，提着铁盒，迈开双腿，在大地上狂奔。御剑太慢，还是我跑得快。因为用力过猛，手中的精铁石盒被他硬生生捏爆了，麻辣烫洒了自己一身。另一边，第2个比赛项目禁地100米冲刺也已开始，赛道终点设在龙门山门口。4长老面大竟然也突出存在。他刚要通过终点，他的龙穴突然出现，一爪子将他按在地。站住！禁地之内禁止超速飞行，罚款。我是长老，我是裁判。第3赛大夏3皇子直接祭出了一艘无比奢华的宝甲飞船，停在半空中，悠闲地喝着茶，看着下方乱作一团的众人。哈哈，一群凡人还在用脚和飞剑比赛。鲁长生的声音突然响彻全场。警告3号玩家，大夏傲天使用付费破解版道具，严重影响游戏平衡，判定作弊，取消其所有比赛资格，并罚款100万灵石。一道楼，豪华非洲冒黑烟坠，沙雕的大比终于迎来了最终环节。这次，古长生将地点选在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禁魔渊，而所谓的宝藏，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禁魔渊内，之前被镇压的阴山许家众人，被锁链捆绑在石壁上，魔气森森。纳兰杰、刘铁柱、林子化等进入决赛的弟子，看着眼前的场景，腿肚子
都在打颤。大师兄，决赛就在这。你说的宝藏，不会就是他们吧？恭喜你答对了，最终决赛的题目就是度化。谁能让这些迷途的羔羊真心悔过，洗心革面，谁就是本次大比的总冠军。众人面面相觑，都觉得这个任务不可能完成。刘铁柱第一个上前，对着一个被捆的许家男子，捏着拳头，一脸和善。喂，你快说你错了，不然俺一拳打爆你的头！小娃娃想用物理方式度化我们，不如让本座来度化你，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吧。纳兰杰也上前，拿出大把灵石和法宝。各位前辈，只要你们肯改过自新，这些都是你们的。拿这些破烂就想收买我们天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抱着白玉人参的陈青青怯生生的走了上来。他看着这些面目狰狞的魔头，吓得快要哭出来。哈哈，又来个小女娃！小妹妹，别怕，过来让叔叔。你们不要这样，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很伤心的。话音刚落，全场所有许家魔头的狞笑瞬间凝固了，他们仿佛被触动了内心最深处的某根弦，一个个都呆住了。下一秒，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头眼中竟流下了2行漆黑的眼泪。随着他们的悔悟，整个禁魔渊的魔气开始净化，一道道圣洁的光芒从天而降，笼罩在陈青青身上，形成净化意象。陈青青的修为在这股力量下节节攀升。好了，冠军诞生了！这就行了，一句话的事。不然呢？你以为我真要你们跟他们讲物理？有时候，最纯粹的善良才是最强大的力量。有人在比赛，有人在修炼，也有人在接受命运的改造。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重生者陈青帝，正遵从着某人的友好建议，奔赴那遥远而神秘的不渡海。一片死寂的宇宙虚空中，海水呈现诡异的黑色，这就是禁区不渡海。陈青帝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不渡海的边界。古长生，你究竟是何方神圣？不渡海乃是连大地都闻之色变的禁区，你让我来此，究竟是惩罚，还是另有深意？他深吸一口气，对着漆黑的海面躬身行礼。在下陈青帝，奉古长生前辈之命，前来不渡海领罚。话音刚落，平静的海面下，一只如同星辰般巨大的眼睛缓缓睁开，冷冷地盯着他。一股足以冻结神魂的恐怖意志降临。陈青帝在这股意志下，感觉自己渺小如尘埃，但他还是强撑着没有跪下。你说什么？古前辈让你来领罚？是无论何等惩罚，在下都一力承担。那巨大的眼睛眨了眨，似乎充满了困惑。下一秒，那股恐怖的意志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诚惶诚恐的情绪。坏了，前辈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了？他竟然让你来我这里领罚，这是在敲打我！快请贵客进来。漆黑的海面自动分开一条通路，深处，陈青帝彻底懵了。贵客不是领罚吗？这是什么情况？陈青帝顺着通路来到不渡海核心，一个无尽本源之力构成的空间。一位看不清面容的虚影对他无比恭敬地行了一礼。贵客驾临，有失远迎。前辈他老人家最近可好？前辈他很好。不渡海主宰松了口气，随后现上一团散发着无尽道韵的光球。贵客，这是前辈为您准备的机缘，乃是不渡海的核心本源之一。前辈他老人家特地嘱咐过，说您道心有损，让小的为您温养一番。
给我的。是的，前辈啊，不是的，大人呐，不是贵客，您快收下吧，不然前辈怪罪下来，小的可担待不起。陈青帝看着眼前这天大的机缘，又回想起古长生那张“你好吵啊”的脸，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击中了他的脑海。我悟了，我彻底悟了。前辈将我拍成纸片，是为磨我傲气；让我来不渡海，是为练我胆魄。这天大的机缘，更是为了补全我的道心。他竟然为我考虑至此。陈青帝眼中爆发出对着古长生所在的方向深深一拜。前辈，您用心良苦，此等再造之恩，青帝永世不忘啊！长生的布局远不止人间。当阴山老祖许嵩涛带着一封友好信件踏入妖界的那一刻，一场新的风暴已然酝酿。妖皇殿内，万妖汇聚，妖界之主斜躺在由巨兽骸骨铸成的王座上，眼神轻蔑地看着下方那个渺小的人子许宗涛。区一个人族圣境蝼蚁般的东西，也敢孤身踏足本皇的宫殿？说吧，是谁给你的勇气？哈哈哈！这老头怕不是迷路了吧？大王不如把他赏给小的们当点心吧。顶住我背后可是尊上，不能给他丢人。吾乃奉我家主人之命前来跪地，传一句话。哦，你家主人是谁？报上名来，本皇听听，看看有没有资格让本皇记住他的名字。我家主人姓古，名长生。古长生3个字出口的瞬间，整个妖皇殿的呼啸声戛然而止。王座之上，妖界之主脸上的轻蔑瞬间变成了极致的惊恐。他脚下一滑，咕咚一声，竟直接从数丈高的王座上滚了下来。妖界之主连滚带爬地跑到许嵩涛面前，一把抱住他的大腿，脸上写满了谄媚和恐惧。大人，您怎么来了？不知是长生帝尊他老人家的使者驾临，小妖有眼无珠，小妖罪该万死啊！帝尊上什么时候成帝尊了？是啊，帝尊他老人家一念灭其生，一指真魔界威名早已传遍诸天。小妖对他老人家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女儿，我那最漂亮的女儿，快出来见过大人。一位容貌娇艳、身姿火辣的胡尔公主扭着腰肢走了出来。大人，这是小妖最疼爱的女儿，年方18，貌美如花，至今还是完璧之身。您看，让她给帝尊当个洗脚婢、暖暖床什么的，您看还行吗？爹，我操，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老许了，抱大腿的感觉真他娘的爽啊！时间一晃，3个月过去了，在天剑道宗扫了3个月厕所，深刻体验了劳动人民生活的固恶真君，终于等来了他的同事。龙门山山门口，一位新的天庭使者脚踏祥云，威风凛凛的降临。正在扫地的渡恶真君看到来人，丢下扫帚，激动的老泪纵横，连滚带爬的跑了过去。可算来了！可恶，烈火海，陆恶，你身为天庭正神，竟如此失态！新使者展开一卷法旨，朗声道：“玉帝法旨，渡恶真君办事不力，有辱天庭威严，夺即革去，神位贬为守门天官，戴罪立功。”渡恶真君脸上的喜悦瞬间凝固，整个人如造雷击，当场石化。古长生何在？还不速速出来接旨！就是他天降此僚，藐视天威，罪大恶极！你快宣读法旨，将他就地正法。他以为救星已到，立刻恢复了之前的嚣张气焰。古长生，你罪孽深重，玉帝念你修行不易，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速速交出宗门，随我等上天庭领罪。哦，是吗？我看看都写了些啥。古长生拿着法旨看都没看，转身就朝着不远处的茅厕。你要做什么？那可是玉帝法旨！你敢！两人话音未落，古长生已经走进了茅厕，一阵水声和满足的叹息声从茅厕里传来。片刻后，古长生一脸舒爽，从茅厕里走，手里空空如也。法旨呢？那个旨意我看完了，写的不怎么样，狗屁不通。另外回去告诉你们，那个玉帝下次换个软点的材质，这个金箔的太硬了，有点硌屁股。新使者和渡恶真君听到这句话，如同听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魔咒，
两人身体同时一僵，然后从脚底开始寸寸石化，最后化作2尊雕像，随风飘散成无数粉末。两人消散前，脸上还保持着极致的惊骇和不敢置信。首席，这又杀了2个天庭的人。没事，反正他们官多，死1、2个不心疼。走，吃饭去。天庭使者落荒而逃，首席大人的威名再次远扬。但对于龙门山的姑娘们来说，他们更好奇的是，这位无所不能的大人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去？这是什么？上面有他很强的气息烙印，里面是一本画册，打开看看。宁瑶怀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翻开了画册的第1页，画上是一位绝美的女子，正是鬼城之主云素素，画工精湛，栩栩如生。画的旁边还有一行龙飞凤舞的批注：云素素，藏天一脉，传人鬼城之主。优点：腿长腰细，屁股翘，适合打。缺点：脑子不太好，总想当我老婆。有点粘人。他竟然如此评价云素素姑娘，太无耻了。眼光不错。瑶溪神元丹宗3小姐。优点：厨艺不错，胸大好骗。缺点：有点笨，脑子里除了丹药就是我，不太聪明的样子。妖族公主狐狸精。优点：尾巴毛茸茸的，手感应该不错。缺点：物种不同，有待跨物种生殖隔离课题的研究。最后他们翻到了2页，画的正是他们自己，但画中的模样比现在更成熟，更有韵味。宁瑶的那一页批注是：宁瑶问新宫圣女。优点：人妻感十足，温柔体贴，适合当厨娘兼管家。缺点：太爱操心，有点啰嗦。他无耻下流。红梨的那一页批注是：红梨来历不明的暴力女。优点：打架厉害省心。缺点：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建议多打屁股，进行物理治疗。就在此时，古长生睡眼惺忪地推门走了进来。你们在看什么呢？这么入神。他看到2人手中的画册，眼睛一亮。我的画册怎么样？画得不错吧？这可是我毕生的心血。他完全没注意到2人越来越黑的脸色。哎，好久没更新了，正好你们俩摆个姿势，我给你们更新一下最新版本的画像。宁瑶和红梨对视一眼，同时露出了一个和善的微笑。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隐藏在幕后的终极黑手九羽大帝，在发现自己所有的妻子都被古长生或收编或玩坏之后，终于决定亲自下场了。10日道州上空，空间如同玻璃般被撕裂，一位身穿地袍、威严无尽的身影缓缓从中走出。他的地位浩荡，所过之处，法则为之臣服。古长生的身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传送到了他的面前。古长生，你可知，从你踏入天剑道宗的那一刻起，你所经历的一切，皆在本地的算计之中。哦，是吗？那你挺厉害的。乖，他敷衍地鼓了鼓掌。魔界之主是本地的棋子，魂种主宰与本地有约。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加速了本地融合此界气运的进程。你就不好奇吗？不好奇啊，你快点说完，我还要回去吃午饭呢。剧情太拖沓了。哼，无知者无畏，现在此界气运已尽归我手，而你也已是瓮中之鳖，你的一切，你的气运，你的女人都将为我所用。哈哈哈哈！九羽大帝得意大笑，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君临天下的未来。古长生听完后，把果核一扔，竟然真的认真的鼓起了掌。啪啪啪，不错不错，故事讲得很好，反派人设也很经典，下次别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欢迎来到我的游戏。你以为你在布局，其实只是我在陪你玩而已。不然你以为你这道小小的分身是怎么穿过我的结界降临到这里的？古长生打了个响指，现在 Game Over。九羽大帝惊恐地发现，他与魔界的通道，魂种的连接，与他在此界布下的所有后手
都在这一瞬间被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彻底抹除。他也以为奥的所有凝聚，一瞬间毁灭。这不可能！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以后别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玩具，因为你很可能你才是那个玩具。话音刚落，九羽大体的分身在一脸不甘和惊恐中寸寸消散。当最终 BOSS 也被轻松秒杀，首席大人再次陷入了无敌的寂寞。番茄已经没有值得他出手的敌人，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那片更广阔也更耐玩的天地圣域。逍遥神山之巅，古长生召集了天剑道宗所有核心成员。好了，凡间这个新手村的隐藏任务和最终 BOSS 都打完了，我宣布这个版本已经通关，没意思了。所以我决定上去看看。他指了指天空，你们好好发展，努力修炼，别等我下次回来，宗门又穷得揭不开锅了。首席，您这是要飞升了？飞升太慢了，手续还麻烦。我这人不喜欢排队，习惯走 VIP 通道。杜长生说着，随手在面前的虚空中一画，空间如同画卷般被撕开一道漆黑的裂缝，裂缝对面是璀璨的星河和更高级的法则气息。他一步踏入裂缝，回头对众人挥了挥手，走了，勿念。裂缝随之闭合，仿佛从未出现过，只留下一众天剑道宗高层在风中凌乱，集体石化。大师兄连飞升都这么的与众不同吗？圣域东胜神州九羽仙门最深处的祖师堂禁地，就差一步，只差一步，便可看破圣王之境，寿元再增100万年。就在此时，他感觉自己的后衣领突然一紧，整个人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像拎小鸡一样从蒲团上拎了起来。谁？他一回头，看到了一张年轻而又陌生的脸，正笑呵呵地看着他。他试图反抗，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竟被完全禁锢，如同凡人。古长生拎着小光头的后领，将他提到面前，仔细打量了一下。别紧张，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初来乍到，对圣域不太熟，缺个导游。我看你骨骼惊奇，发型也挺别致，就是你了。前辈，您是不是找错人了？晚辈正在闭关。没找错啊，九羽仙门嘛。我跟你家那个叫九羽大帝的，算是老师。走，别耽误时间。先带我去你们这最好吃的馆。饿了。来到更高级的地方，面对更强大的敌人，不面对更丰富的食材。首席大人决定先用一顿丰盛的早餐来开启他全新的旅程。圣域最繁华的中央神都，大街上人来人往，强者古长生拎着一脸生无可恋的麻衣小光头，像逛庙会一样东看看西看看。麻衣小光头指着一座仙光缭绕，海面上写着天真阁的9层酒楼，小心翼翼的建议：前辈，那是神都最有名的酒楼，里面的食材都是圣兽级别的。长生看了看，摆了摆手，径直走向一个街角触不起眼的早餐摊位。不去那种地方死贵，专门骗你们这种冤大头的，我就好这口接地气。摊位后，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白胡子老大正在忙活。老板，来碗豆腐脑，多加酱油、香菜、小咸菜，再来2个油条。小娃子不懂规矩，本店的豆腐脑几万年来只卖甜的。什么？豆腐脑是甜的？这是什么歪理邪说？甜的才是正统，甜的才能抚慰灵魂，咸的都是异端。一场关乎道府的终极对决在圣域神都的街头一触即发。长生和坛主大爷为了天嫌问题争执不下。完了，这老头是神都有名的怪人，实力深不可测，前辈怎么跟他杠上了？小娃子，你再胡搅蛮缠，休怪老夫不客气。恐怖到极致的圣王威压从坛主大爷身上轰然爆发，周围的食客瞬间被掀飞，整条大街的修士都感到了窒息般的压迫感。在老夫的地盘就得守老夫的规矩，老夫说它是甜的，它就必须是甜的。蚂蚁小光头已经吓得
快瘫在地上了。然而，处于威压中心的古长生却连衣角都没动一下。他面对着滔天威压，只是淡定地吹了口气。哼，那足以压垮山脉的圣王，威压如同青岩般烟消云散。古长生看着已经惊呆了的摊主大爷，眼神无比认真的一字一顿的重复道：“我再说一遍，要咸的。”摊主大爷脸上的愤怒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惊恐和骇然。他手中的大勺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下一秒，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着古长生90度鞠躬，态度谦卑到了极点。前辈说的对，咸的才是正统，甜的都是邪魔外道。前辈，您稍等，我这就给您多加2勺本店秘制的万年肉末。解决了温饱问题，首席大人终于想起了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视察海外分公司。圣域东荒道中，一片鸟不拉屎的荒山野岭，齐剑龙和太荒弟子正带着一群刚飞升上来、一脸怨气的新弟子，热火朝天。他们有的在搬砖，有的在混，正在合力建造一座巨大的茅草屋，说好的加入天剑，从此先路坦途，变成建筑队。就是我堂堂下界，圣主飞升上来，居然要搬砖，这上哪说理去？都别废话！宗门初创，百废待兴，尔等能为宗门添砖加瓦，是你们的荣幸。别吵，谁在吵？晚饭没得吃。就在此时，古长生带着麻衣、小光头，凭空出现在他们面前。哟，两位挺忙啊。小尊上，您怎么来了？公子，您可算来了！您再不来，我们就要住山洞了。这就是你们未来的宗门大殿。设计挺别致的，冬暖夏凉还环保。天剑道宗圣域分部，一个集结了剑道妖孽和藏元老怪的顶级团队。其创业初期的办公环境突出一个原生态。尊上见笑了，主要是经费紧张，人手不足。多大点事，都退后一点，别被误伤了。众人不明所以，纷纷后退。古长生走到荒山中央，对着脚下的大地打了一个响指。像天崩地裂的巨响，这片荒山山脉开始剧烈震动，大地如同火湖般涌起变化，一座座仙气缭绕的琼楼郁郁拔地而起，一条条灵气汇聚的瀑布从天而降，无数仙鹤灵鹿凭空出现在山间，飞舞啼鸣。短短几个呼吸间，一片荒山就变成了一座足以媲美任何顶级圣地的洞天福地。齐剑龙太荒帝以及所有新弟子全部石化，当场嘴巴张得能吞下自己的拳头，如见证了创世神迹。好了，全套精装修，拎包入住，还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了，尊上神人也。古长生随手一挥，一块巨大的牌匾出现在山门之上，上书5个龙，飞凤舞大字，天下第一的。行了，开业大吉。新家新气象，但麻烦也随之而来。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总有那么些不长眼的。天剑道宗新山门前，一位来自附近2流宗门的长老御剑而来。他看宗门气派，以为是北影，便心生了。他故意控制飞剑，歪歪扭扭的朝着护山大阵飞去。他在距离大阵还有3尺远的地方，就发出一声夸张的哎，然后姿态优美的从飞剑上摔了下来。哎呦，大人了！天剑道宗仗势欺人，用大针偷袭老夫了，我的腿断了！哎呦喂！齐剑龙闻讯赶来，看到这一幕，眉头紧锁。这人有病，碰瓷都碰到仙家宗门来了。古长生也晃悠悠的走了出来，看到这一幕，眼睛瞬间亮了。有意思，在圣域还能遇到这么专业的人才。你们宗门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每100万圣品灵石再加3颗9转还魂丹，这事儿没完。古长生看着他，突然捂住胸口，脸色变得惨白，身体开始摇晃。哎呦，我不行了。
你怎么了？我有先天性心脏病，见不得丑的东西。你刚刚碰瓷的样子太丑了，把我给吓到了。我的道心受到了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创伤。齐剑龙和太荒弟子秒懂，立刻开始飙戏。尊上，你不能有事啊！你竟敢惊吓我家公子！老齐，快扶我起来！没200万圣品灵石作为精神损失费，我怕是起不来了。碰瓷长老彻底傻眼了，他看着眼前这比自己专业100倍的表演，一时间竟忘了自己还在碰瓷。宗门走上了正轨，但弟子们的成长问题又成了首席大人新的玩具。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真人秀节目《圣域变形记》正式开拍。圣域最贫瘠的北荒矿区，环境灵气。林子化大夏三皇子纳兰杰等一众在凡间养尊处优的公子哥，此刻穿着矿工服人手，一把矿镐，一脸生无可恋。大师兄，你确定这是让我们来历练红尘，不是来劳动改造？堂堂大夏皇子，未来的天子，竟然是挖煤！干了！错了，这不是挖煤，这是在磨练你们的心性，让你们体验一下底层人民的生活不易。去吧，什么时候挖够100吨上品，圣经什么时候毕业？说罢，古长生身影消失，留下众人在风中凌乱。几天后，静静的给林子化等人端茶送水。各位上仙，您们歇歇。自从你们来了，我们矿区这个月的 KPI 直接超额完成了300倍啊！刘铁柱赤裸上身，直接用圣体肉身当钻头，在矿壁上疯狂开凿，效率惊人。大夏三皇子则用法术控制着上百把矿镐同时作业。与此同时，圣域中央神都的皇家礼仪学院，齐剑龙太荒弟子、老木等一众大佬穿着极不合身的燕尾服，正在上。这位先生说了多少遍喝茶要用3根手指优雅地捏住杯柄，你这样整个手掌握住是牛饮粗鲁。又走到太荒弟子面前，看着他用手撕扯着盘子里的8阶圣兽牛排，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壮士吃牛排要用刀叉，不是用手撕，你这是野蛮人的行为，吵死了！他随手一拳挥出，那位喋喋不休的贵族老师直接被打飞，嵌进了对面的墙壁里，只留一个挣扎的人形轮廓。圣王级的学院院长闻讯赶来，看到这一幕怒不可。是谁敢在我的学院？太荒弟子回头又是一拳，院长的怒吼戛然而止，也被打进了墙里。和那位老师并排挂着，抠都抠不出来。还有谁对吃饭的方式有意见？当弟子们在圣域体验人生百态时，另一位打工人阴山老祖许松涛也踏上了他的长途出差之路。第一站，幽冥界。风怒号，不过阵阵白骨铺就的大殿之上，气息深不可测的幽冥主宰坐于王座，覆盖着下方那个瑟瑟发抖的人族灵魂。许松涛何方孤魂，竟敢擅闯幽冥地界！报上明文，本座的往生末之喜，不添无名之鬼。主宰这老头的魂魄看起来味道不错，不如顶住！我是代表尊上来的，不能怂。那个，你好，我是快递员，这里有一份来自古长生先生的快递，请您签收一下。古长生没听过，什么阿猫阿狗也敢让本座签收快递？给我拿下，打入18层地狱！几名鬼王狞笑着逼近，许松涛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从怀里掏出一面漆黑的小旗幡，黑暗动乱旗幡。等等，别动手，有信物。这是信物。幽冥主宰看到那面旗幡的瞬间，脸上的嗤笑瞬间凝固，如同见了鬼哦，不他自己就是鬼王。他如同被雷劈中巨大的身体猛地一颤，咕咚一声，竟直接从白骨王座上滚了下来。幽冥主宰连滚带爬的跑到许松涛面前，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姿态比妖界之主还要威武。大人，您怎么来了？我真不知道，是长生帝尊他老人家的快递呀！帝尊又升官了，这旗子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么好用？大人，你看，帝尊他老人家让刀山下。可，我家主人说了，世界要和平，宇宙要和谐。你们幽冥界以后要多做善事，少搞破坏。明白。我明天就组织全体鬼王学习八荣八耻。大人，这是我们幽冥界最新鲜的万年魂果，您带回去给帝尊他老人家尝尝鲜。还有这是我们这的土特产哀嚎喇叭，吹起来贼响，提神醒脑。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在帝尊面前给个5星好评？我操，又来，这感觉真他娘的爽！你的诚意我感受到了，好评的事我看情况吧。凡间的岁月匆匆而过，在古长生的远程遥控下，天剑道宗日益鼎盛，天才辈出，一直压制着境界的掌门拓跋尊，也迎来了他踏入新世界的时刻。逍遥神山之巅，天剑道宗举行了盛大的飞升大典，东荒道州各大地门的代表，如离火弟子等，都前来观礼，场面宏大。一时比一时，如今的天剑道宗，我等所能比拟了。高台之上，拓跋尊一袭白衣，风华绝代。4长老和武涛等一众长老在台下看着即将飞升的掌门，满脸不舍。掌门，一路走好，到了上面，可千万别忘。闭嘴！会不会说话？什么叫一路走好？掌门这是去开辟新天地。拓跋尊回头对着众人微微一笑，清波清澈，一道璀璨的飞升，霞光从天而降，将他笼罩。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拓跋尊的身影化作一道圣光，冲天而起，消失在天际。圣域某公共飞升池，池水波动，周围有各大宗门的接引者。听说了吗？这次飞升上来的是下届东荒道州一个叫天剑道宗的掌门。天剑道宗那是什么垃圾宗门？听都没听过，估计又是个没什么背景的散修，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凡间的岁月匆匆而过，在古长生的远程遥控下，天剑道宗日益鼎盛，天才辈出，一直压制着境界的掌门拓跋尊，也迎来了他踏入新世界的时刻。逍遥神山之巅，天剑道宗举行了盛大的飞升大典，东荒道州各大地门的代表，如离火弟子等，都前来观礼，场面宏大。一时比一时，如今的天剑道宗，我等所能比拟了。高台之上，拓跋尊一袭白衣，风华绝代。4长老和武涛等一众长老在台下看着即将飞升的掌门，满脸不舍。掌门，一路走好，到了上面，可千万别忘。闭嘴！会不会说话？什么叫一路走好？掌门这是去开辟新天地。拓跋尊回头对着众人微微一笑，清波清澈，一道璀璨的飞升，霞光从天而降，将他笼罩。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拓跋尊的身影化作一道圣光，冲天而起，消失在天际。圣域某公共飞升池，池水波动，周围有各大宗门的接引者正等待。听说了吗？这次飞升上来的是下届东荒道州一个叫天剑道宗的掌门。天剑道宗那是什么垃圾宗门？听都没听过，估计又是个没什么背景的散修，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话音刚落，池水中央，光芒大放，拓跋尊的身影从中缓缓走出。就在众人以为无人会来接引他时，两道强横无比的气息从天而降，其见龙和太荒弟子并肩而立，出现在飞升池上空。在他们身后还跟着数十位气息皆在圣境的强者，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被迫拿着锣鼓、唢呐等乐器。齐剑龙和太荒弟子来到拓跋尊面前，齐齐躬身行礼，恭迎掌门飞升。身后那群圣境强者在太荒弟子和善的目光注视下，只能含泪开始敲锣打鼓，吹起了喜庆的唢呐。齐剑龙清了清嗓子，对着周围已经吓傻的其他宗门接引者朗声宣布：承蒙各位道友赏光，今日我天剑道宗圣域分部正式成立，开业大吉，欢迎各位以及各位背后的宗门前来送礼道贺。周围的接引者们看着这诡异的阵仗，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大气不敢出。有人在圣域开疆拓土，也有人在禁区辛勤耕耘。老穆这位天剑道宗最神秘的男人，正扛着他的神器铁锹，在神魔谷地执行着一项神圣的任务。神魔谷地，老穆扛着铁锹，哼着小曲，正在勤勤恳恳的。他所过之处，大地都被翻了一遍，如同被巨型犁耙耕过。两个负责巡逻的小神躲在远处，探头探脑。喂，你看那个老头还在挖呢，都挖了快1个月了，他到底在干嘛？谁知道呢？我把大人吩咐让他挖苹果吧，就当是请了个园丁。老穆擦了擦汗，一锹用力挖了下去。咦，什么玩意儿这么硬？他刨开土，从里面挖出了一块闪闪发光的布满道韵的石头。切，又是这种破石头，硬的要死还不稀罕。他随手将那块足以让大地疯狂的混沌神石扔进了身后装杂物的麻袋。不管了，正好拿回去给尊上垫桌脚。他又一锹下去，挖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箱子。老穆撬开箱子，看到里面嘛放得整整齐齐的无数神丹和地丹。哇，这么多糖豆！他抓起一把，塞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了起来。味道还行，就是有点费牙。老穆在神魔谷地展开了地毯式的松土工作。他把神魔主宰种了几亿年的魔神花当成野草全给刨了，把它藏在床底下的兵器库当成废铁给熔了，把它埋在茅厕旁边的私房钱全都挖了出来。1个月后，神魔主宰从外界回归，他看着眼前被翻得底朝天，空空如也，连地皮都被刮掉3尺的老家，先是愣住了，下一秒他发出一声撕心裂肺、响彻宇宙的哀嚎：我的花，我的宝库，我操！8个纪元的私房钱，是谁？是谁干的？与此同时，龙门山，老穆扛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巨大麻袋，回到古长生面前。尊上土松完了，这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一些破烂石头和糖豆，您看有没有用？他把麻袋打开，一堆神器、地丹、混沌神石滚了出来。怎么又捡这些垃圾回来了？跟你说了多少次宗门不收废品？可这不是您让我去松土的吗？在接连的试探失败后，13禁区中最为神秘的魂种，在发现自己的老巢魂天境都快被古长生玩坏之后，终于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不速之客。古长生的身影直接降临在魂种的核心一格，由无数灵魂光点构成的无边无际的世界。魂种主宰那飘渺而宏大的声音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响起：古长生，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在这里，时间与空间没有意义，法则由我定义。在这里，
我就是神。搞得跟大型传销现场一样，还带灯光特效的，你就是头头。说吧，入会有什么福利？年底有分红吗？包吃包住吗？看来你还没有认清自己的处境，在这里，你的生死只在我一念之间，臣服于我，成为我的一部分，你将获得永生。你的世界 bug 太多了，而且谁告诉你这是你的世界了？古长生说完，对着这个无边无际的灵魂世界，张开了手掌，轻轻一握。不，这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你怎么可能撼动我的本源世界？你的世界不，现在是我的了！巨大的魂种世界，连同魂种主宰的意识，最终被彻底压缩成一个拳头大小、不断旋转的水晶球，静静地悬浮在古长生手中。水晶球内部还能看到魂种主宰那张惊恐而绝望的脸，质量还行，就是耗能大了点，系统也不太稳定。他对着水晶球里的主宰认真地问道：“喂，问你个事儿，你这个世界防水吗？”我想把他带回去，给我们家那个新开的地府当个下水道净化系统。从他身上缓缓散发出来，他的身后不再是云海，而是一条贯穿古今未来的无尽岁月长河，在奔腾流淌。是时候去真正的牌桌上看一看了。他话音刚落，面前的虚空轰然洞开，一扇由无尽星辰和璀璨星河构成的宏伟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巨大门户缓缓开启。门户的背后是更高层次的位面和凡人无法理解的法则气息。众人看着这神迹般的一幕，都震撼的说不出话来。走了，去上面看看有没有更好吃的。红丽和宁瑶相视一笑，毫不犹豫地跟了上去。新的时代终于要开始了吗？他也跟了上去。尊上等等，我别走那么快啊！所有核心成员都毅然踏入了门户。顾长生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被他玩坏了又重建了的世界，嘴角勾起一个神秘的微笑。当所有的敌人都被打服，当所有的禁区都变成了自家的后花园，首席大人终于赶到了。真正发自灵魂深处的无聊。于是他决定换个更高级的地图继续玩。逍遥神山之巅，云海翻涌，古长生召集了所有核心成员：红梨、宁瑶、林子画、纳兰杰、刘铁柱、老木拓跋尊、齐剑磊。好了，新手村和第一个资料片的所有任务都做完了。一场 BOSS， 我决定我们要去开新地图了。大师兄，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你留下看家宗门，总得有个人守。别呀，大师兄，你看我这么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没功劳也有苦劳啊，带上我吧。行了行了，开个玩笑，都去人多热闹。众人闻言，脸上都露出了期待和兴奋的神情。大师兄，我们要去哪里？凡间也好，圣域也罢，都太小了。他张开双臂，闭上眼睛，一股前所未有的古老而浩瀚的气息。当首席大人决定认真玩一个游戏时，这个游戏的服务器可能就要易主了。魂天境，这座由古老禁区开启的试炼之地，即将迎来他新的。古长生带着天剑、道宗众人，直接降临在魂天境的核心，一块巨大无比的悬浮魂晶旁，魂种主宰的虚影从魂晶中浮现，对着古长生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礼。尊上您来了，此乃魂天境的核心权限，从今日起，他将完全听从您的号令。一个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光球从魂晶中飞出，缓缓飘向古长生。就这交接仪式搞得这么寒酸，没有新手大礼包吗？没有88888绑定魂晶吗？差评！尊上说的是
小的，下次一定改进。行了，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这破地方我暂时帮你管着。他握住光球，一股无形的意志瞬间扩散至整个魂天境。管理员，全先到手。那么第一件事该干嘛呢？当然是公器私用，给我自己的宗门发福利了。古长生清了清嗓子，将灵力注入权限核心，他的声音如同天道之音，瞬间响彻在魂天境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修士的脑海中。2名修士正在为了一株魂草生死搏杀，刀剑相向。各位玩家啊，不，各位道友好，试音，能听到吗？能听到，扣个1。正在搏杀的2人动作同时一僵，茫然四顾。一位老者正在某个山洞里冲击圣境，关键时刻。还在为无法飞升而烦恼吗？还在为缺少功法而忧愁吗？还在为没有道侣而孤单吗？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老者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一口气没上来，灵力暴走，当场走火入魔。无数修士同时抬头，聆听着这神迹般的声音。天剑道宗魂天境招生办现已隆重开业，我们有最强的师资，就是我最优美的环境，最完善的福利。只要加入我们包吃、包住包、分配、包飞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前100名报名者更有机会获得与本人共进午餐的无上荣耀。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来玄武战场报名吧！前1秒，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呐喊，整个环境不是正在厮杀。寻宝闭关的修士听到公告后都疯了一般，化作道道流光，从4面8方不约而同的冲向了同一个方向。战场，还在搏杀的人互相看了，很有默契，收起脚步，勾肩搭背的一起跑向报名点。圣台，我们停战吧！先去报名，抢到名额，我们再一决生死。一则广告引爆了整个服务器，天剑道宗的报名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堪比春运现场。面对如此热情的求职者，首席大人制定了史上最简单粗暴的面试流程。玄武战场，人山人海，无数强者排着长队。银子花等人看着这阵仗，压力山大。大师兄，这得有几10万人吧？这怎么测？一个个测到明年也测不完了。简单，人多就用流水线作业，提高效率。他站起身，走到台前，对着下方黑压压的人群朗声道：各位安静，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我天剑道宗。本宗的入门测试很简单，不考修为，不考悟性，只考一样东西：抗揍能力。他指了指身旁面无表情的红梨。规则如下：想入我天剑道宗者，上前一步，接我身边这位红梨师姐一剑，能站得住的，恭喜你，你就是我们的人了。扛不住被劈飞的，麻烦自己爬回来，到队尾重新排队。全场哗然。就这？开什么玩笑？接一接，这是看不起谁呢？本座乃是天风圣地的太上长老，圣境修为就让本座来试试，你这小女娃的剑有多锋利。请圣境强者气势爆发，祭出本命法宝，严阵以待。小女娃看剑。他话音未落，红梨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随意的拔出腰间的鬼剑，对着他轻轻一挥，一道快到无法捕捉的血色剑光一闪而过。那位不可一世的圣境强者，连同他的法宝，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就如同被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到了易拉罐，瞬间变形，化作一道流星，惨叫着消失在天际。全场再次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张大嘴巴，表情石化。不合格，下一个。人群骚动起来，但再没人敢小觑。一个天神境强者硬着头皮上前，给自己套上了17、8层防御护盾。我准备好了，
请赐教。红离依旧是面无表情，随意一剑挥出，17、8层护盾如同纸糊的一般，瞬间破碎。那位天神境强者同样化作流星，消失在天际。不合格，下一个都动作快点，我还要回去吃饭呢，别磨磨蹭蹭的。短暂的寂静后，所有修士都反应了过来，他们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疯狂地向前挤。我操，这宗门也太猛了，连看门的师姐都这么变态啊！我一定要进去。别急，别急，让我先挨一剑。剑道宗的缺席，让混天境的秩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一些无辜的群众会在这个受到无情的波及。混天境一处极其隐秘的角落，一座被9999层禁制和阵法包裹的洞府内，狗道传人许平安正满意的看着自己的杰作，完美！有了这万层大阵，就算是至尊秦林也休想找到我。我许平安终于可以在这混天境里安安稳稳的狗道天荒地老了。他话音刚落，整个洞府突然天摇地动，墙壁裂开，他精心布置的阵法进去，如同多米诺骨牌般，一层接一层的崩溃爆炸。洞府的屋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直接掀飞。许平安抬起头，正好看到天边一道人影，某个被红离劈飞的修士化作流星，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我的阵法，我的禁制，我辛辛苦苦，勤勤恳恳，搞了800年的家。许平安双眼赤红，怒发冲冠。谁到底是谁？这么不讲武德，搞偷袭！老子今天跟你拼了！他祭出自己的本命法宝万物镜，气冲冲地朝着战斗波动的来源玄武战场杀了过去。许平安杀气腾腾地来到玄武战场，看到眼前人山人海排队挨揍的奇景，先是一愣，随即他的目光锁定了那个坐在高台上嗑着瓜子拿着大喇叭喊下一个的罪魁祸首，就是你毁我家园我！他的目光与古长生的目光在空中相遇，许平安看清古长生面容的瞬间，他所有的怒火、杀气、委屈，都如同被一盆冰水从头浇下，瞬间熄灭。他想起了不久前那个被一巴掌拍成纸片人的大地重生者。许平安脸上的愤怒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转变成了谦卑、恭敬，甚至带着一丝谄媚的笑容。你谁呀？插队，到后面排队去！前辈，误会，天大的误会！您继续您忙，我就是个路过的，对，路过看热闹的。妈耶，怎么是这个煞星？还好我反应快，差点就去陪那个纸片人了。你谁呀？插队到后面排队去。哦，我看你鬼鬼祟祟的，阵法修为好像还不错。来，别路过了，帮我宗设计一下新招收弟子的宿舍楼，护山大阵，要坚固，要耐用，最重要的是要隔音。好的，前辈，没问题，前辈。天剑道宗的霸凌行为，不仅引来了狗道传人，还引来了一位正义感爆棚之士，一位满腹经纶的儒生，决定用知识和道理来感化这群野蛮人。一位手持书卷、气质儒雅的狐仙儒生，带着他那位千娇百媚的狐仙道排开众人来到高台前，他对着古长生义正言辞地行了一礼：“阁下，在下乃浩然书院狐仙儒生。”观阁下宗门行事，乖张霸道，有违天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尔等以暴力筛选门徒，岂是名门正派所为？在下今日特来与你论道一番。围观修士纷纷点头，觉得他说的有理。孔子是你什么人？你跟他很熟吗？孔圣乃万世师表，在下只是引其经典，以正我道。哦，那就是不熟了。既然不熟，那你引用他的话有什么用？显得你很有文化。那你跟我论什么道？你连你自己都还没论明白呢。
强词夺理，在下只问你可知？我也问你3个问题。他伸出第一根手指，你是谁？在下胡仙儒。你从哪里来？在下从浩然书。你要到哪里去？这看似简单的3个问题，却如同3道天雷，狠狠劈在了儒生的神魂之上。他脸上的傲然瞬间消失，变得茫然，眼神空洞，开始喃喃自语：我是谁？我是狐仙儒生，可这只是一个名号。真正的我是谁？我从浩然书院来，可我为何要来？我要到哪里去度化众生？可我自己都尚未明白，我是谁？儒生眼中出现一圈圈的蚊香，大脑彻底宕机，头顶冒出白烟。看来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跑来教育别人，回去好好想想吧。就在此时，儒生突然一个机灵，仿佛想通了什么，他猛地跪倒在地，一把抱住古长生的大腿，眼中放出无比狂热的光芒。老师，您就是我的老师啊！您的问题蕴含天地之理，振聋发聩，请您一定要为我解惑。松手，松手！男男授受不亲，你再不松手，我喊非礼了。儒生身后的狐仙道侣看不下去了，走上前，揪着儒生的耳朵，把他拖走。临走前，还对古长生抛了个媚眼。送走一个酸儒，又来一个邪僧，魂天境的奇人异士，似乎都对天剑道宗情有独钟，非要上门来找点存在感。天剑道宗新落成的山门前，一位身披袈裟、宝相庄严的僧人缓缓走来。诡异的是，他的身后跟随着一只由上万只形态各异的艳鬼，凶鬼组成的鬼军，鬼气冲天，与他身上的佛光形成了诡异的对比。阿弥陀佛，贫僧佛鬼，听闻此地宗主杀孽深重，特来度化施主。古长生的身影出现在山门之上。大师，你认错人了，我从不杀生，我只会送人往生。施主，你戾气太重，执念太深，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不如放下屠刀，随贫僧一同修行，将你这一身通天修为用来普度众生。大师，首先我不用刀，那玩意儿不环保，其次我杀人一般都用这个。他抬起手打了个响指，你看干净利落，还没噪音。施主执迷不悟也罢，今日贫僧便让你见识一下我佛的慈悲。出来吧，我的3000加力去度化他。他身后那上万只鬼魂发出一阵阵尖笑，就要冲向古长生。哎，本来不想加班的。他对着那只鬼军再次打了一个响指，净化。他响指落下的瞬间，一道比佛鬼僧人身上圣洁万倍的金光从天而降。金光所过之处，那些原本面目狰狞、鬼气森森的鬼魂，身上的戾气瞬间被净化得干干净净，一个个都露出了安详解脱的表情，对着古长生躬身一拜，然后化作光点进入了轮回。短短一瞬间，佛鬼僧人身后变得空空如也，佛鬼僧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看着身后干净的连个鬼影都没有的空地，不敢置信的揉了揉眼睛。我的鬼，我的3000加力，我收藏了几千年的限量版 SSR 都没了。看我说了，我不用刀。佛鬼僧人痛哭流涕，但哭着哭着，他突然愣住了。没了，都没了，我所有的执念都没了，我感觉好轻松。他突然抬起头，泪流满面的看着古长生，眼中充满了顿悟的光芒。阿弥陀佛，多谢施主点化，是您斩断了贫僧的执念，让贫僧见到了真我，您才是真正的活佛啊，请受贫僧一拜。随着时间的推移，魂天碑的榜单几乎
快变成了天剑道宗的内部光荣榜。这不仅让外界修士羡慕嫉妒恨，也让追求完美的首席大人感到一丝丝的不协调。混天碑下气氛压抑，榜单前100名天剑道宗的名字占据了70多个，金光闪闪，格外刺眼。其他圣地的长老和天骄们看着榜单，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这天剑道宗吃相也太难看了。就是他们，肯定是用了什么集体作弊的法门。天道金榜何等神圣，岂容他们如此亵渎？怎么不服？不服你也让你加首席，给你弄个后缀啊！哦，我忘了你们没首席。就在此时，古长生打着哈欠，再次溜达到浑天碑下。他一出现，原本还在议论纷纷的众人瞬间噤声，目光齐刷刷的聚焦在他身上，充满了警惕和畏惧。不错不错，都是自己人，看着就舒心。就是这排版有点单调，缺乏品牌辨识度。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古长生再次伸出那根改变了榜单格局的手指，飞到了浑天碑前。他又想干什么？难道他要把整个榜单都改成他们宗门的人吗？疯了！这个魔头彻底疯了！古长生没有修改排名，而是在每一个天剑道宗弟子的名字后面开始涂鸦。他指尖金光流转，如同最顶级的书法家，在林子画、纳兰杰、刘铁柱等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了一行同样金光闪闪的后缀，古长生照的浑天碑再次金光大放，默认了这次修改。放眼望去，整个榜单金光闪闪，充满了 XXX 到此一游的既视感。这也行？天道金榜，天道金榜，不要面子的吗？这样就对了，打上了我的专属标签，看着就顺眼多了。他环视周围已经石化的众人，和善一笑。以后你们在外面，谁要是敢动我赵的人，就是不给我面子，后果你们懂的。所有飞天剑道宗的修士在听到这句话后，都默默的不动声色的离那些榜上有名的天剑道宗弟子远了3尺。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天剑道宗在浑天境玩得不亦乐乎时，一位老朋友带着他的怒火和全新的外挂从圣域杀回来了。浑天碑下众人还沉浸在古长生涂鸦的震撼中，天空突然风云变色，一道白衣身影脚踏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其气势比之前在魔界时强大了100倍不止。正是叶晨。古长生，我回来了！众人感受到他身上那恐怖的气息，纷纷退避。你谁啊？看着有点眼熟。哦，想起来了，你不是那个被我抽了脊椎骨，后来又被天魔尊抓去教礼仪的，叫啥来着？夜夜绿素。我叫叶晨。仇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最能精准的破防。古长生，你夺我圣骨，辱我尊严，今日我便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天命之子。我师尊已为我重塑道基，今日我必将你碎尸万段，一雪前耻。他拔出剑剑，指古长生，气势滔天。然而古长生却连看都懒得看了，对着不远处正在和刘铁柱比谁饭量大的太荒弟子喊了一嗓子：“喂，那个谁别吃了，过来活动一下。”公子，啥事啊？去陪他玩玩，下手轻点别，以后打死了我还没看够戏呢。公子这货太菜了，打起来没意思，还不够我塞牙缝呢。你们欺人太甚！他怒吼着，化作一道剑光，刺向古长生。这样吧，太荒你要是10招之内解决不了他，今天晚饭就没了。别啊，公子！他猛地转身看着冲来的叶晨，眼神变得不善。1招就够了。面对叶晨那石破天惊的一剑，太荒弟子不闪不避，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轰了出去。叶晨的剑光寸寸碎裂，他本人更是如同被星辰撞中，发出一声惨叫，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倒飞出去，再次化作天边的一颗流星。公子搞定了晚饭，还有吧？徒弟打不过，师傅来凑。当叶晨再次被无情碾压后，他背后那位神秘的老爷爷终于坐不住，
决定亲自出马了。叶晨的身影从远处狼狈飞回，还没站稳他身后，便浮现出一道苍老而威严的至尊虚影。恐怖的至尊威压瞬间笼罩全场，所有圣境强者都感到一阵心悸。年轻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已赢了，又何必咄咄逼人？赶尽杀绝呢！众人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都以为这位神秘强者要为徒弟出头了。顾长生看着这道虚影，却笑了。哟，这不是阴山老狗吗？怎么从禁魔渊跑出来了？还换了个马甲，搞起了 cosplay。小友，认错人了。本座乃通天至尊，云游四海，与你所说的什么阴山老祖，并无半点关系。是吗？我怎么闻到了一股熟悉的狗味？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一派胡言小辈，休要在此血口喷人，污蔑本座清誉。唉，死不承认。行吧，看来得给你看看回放，帮你恢复一下记忆了。长生随手一挥，半空中出现一道巨大的光幕，光幕上开始清晰地播放影像，正是当初许嵩涛在禁魔渊内被法则锁链捆绑，对着顾长生摇尾乞怜，甚至想认爹想当狗的全部黑历史。影像高清，声音洪亮，还带字幕。叶晨看着光幕上那个卑微道：尘埃里的师尊，信仰彻底崩塌，整个人都傻了。师尊，那个是……全场爆发出震天的哄笑声。通天至尊的虚影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剧烈晃动，仿佛随时都要消散。关掉，快给本座关掉啊！你看，我说了是你吧？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可以理解。闹剧终将落幕，当所有的演员都已登场并滑稽的谢幕，古长生决定去找这场大戏的幕后导演，好好聊一聊剧本的问题。古长生的身影再次降临在魂种的核心，那片由无数灵魂构成的世界。魂种主宰的虚影浮现，他不再伪装，脸上带着阴冷的笑容。古长生，你终究还是来了，也好，省得我再去找你。多谢你为我聚集了如此多的新鲜而强大的灵魂养料，他们都将成为我破风而出的力量。你的演技太差了，台词也很老套，一点新意都没有。从你派那个纸片人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想干嘛了。我一直陪你演，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憋多久，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结果就这挺让我失望的。狂妄即便被你看穿又如何？在此地我就是无敌的。你和这魂天境所有的生命都将化为我的资粮。无穷无尽的灵魂之力汇聚，化作一只遮天蔽日的巨手，抓向古长生。游戏结束了。在魂种主宰惊骇的目光中，古长生身上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他的身后不再是灵魂世界，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浩瀚无垠的岁月长河。他不再是那个11岁的少年，而是一位俯瞰纪元生灭的无上主宰。我是岁月不败古长生。他对着魂种主宰轻轻一指，在我面前玩弄灵魂，你还不够格。抹除魂种主宰那不可一世的意识，连同他汇聚的所有力量，在这一指之下，瞬间被从根源上彻底抹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主宰被灭，整个魂天境失去了控制，开始剧烈震动，空间崩塌，即将毁灭。魂天境内的所有修士都陷入了恐慌。就在此时，古长生的身影出现在天空之上，他恢复了少年的模样。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器，炸了多可惜，废物利用一下吧。他对着整个魂天境双手缓缓一合，无边无际的魂天境在所有修士震撼的目光中开始疯狂地向内坍缩压缩，最终
变成了一颗晶莹剔透，内部仿佛有无数星辰流转的水晶球，落在了古长生手中。古长生对着林子画等人的方向传音道：“走了，回家。”魂天境之旅，以一种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天剑道宗满载而归，而他们的首席大人也终于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逍遥神、山龙门、山崖平、古长生回归，将手中的魂天境水晶球随意的丢给了前来迎接的拓跋宗。师傅，姐姐拿去。宗门新副本，找个地方装上，以后弟子们练级考核什么的，就用这个全自动智能化省心。这就是整个魂天境。对呀，我把原来的服务器老板干掉了，现在他姓古了。首席，这里面圣境也能进吗？老夫也想进去刷刷经验。能啊，不过你进去可能会被我新收的那几个看门弟子打死，我劝你三思。就在此时，山门方向传来一阵骚动，守山弟子龙须虎前来通报，首席山门外有个叫楚天秋的求见，就是之前那个烈阳谷派的弟子。他不是死了吗？诈尸了。楚天秋，他不是在焚日残殿自杀了吗？走去看看。山门前，本应死去的楚天秋正一脸虔诚地跪在地上。他看到古长生出来，激动得五体投地。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你哪位认错人了吧？没认错，师傅当日在焚日残殿，弟子虽死魂魄，却未消散，反而进入了无尽的轮回。在那无尽的轮回之中，弟子看到了您的伟岸身姿。您端坐于岁月长河之上，俯瞰纪元生灭，是您一指点醒了沉沦的我，让我勘破生死，重获新生。您就是我此生追随的光，是我唯一的道。师父。古长生听完这番话，脸上露出了和楚天秋一样懵逼的表情。随着各路牛鬼蛇神各路天骄的正式入职，天剑道宗的实力日益雄厚，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崛起。于是，解决了所有 KPI 的首席大人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和所有内卷修士的决定。逍遥神、山道长、天剑道宗再次召开全宗大会，所有弟子、长老，包括新入职的陈清帝、许平安等人，都汇聚于此，气氛庄重而热烈。慷慨激昂地坐着站立。想当初，我宗门可罗雀穷得叮当响，而现在我们人才济济，宝物满仓，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英明神武的首席。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有请首席为我们指明下一阶段的奋斗方向。众人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目光狂热地看向古长生，打着哈欠，慢悠悠地走到台前。各位同门，各位同事，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停顿了一下，气氛变得无比严肃。我决定从今天起正式退休了。欢呼声戛然而止，所有人，包括四长老在内，脸上的狂热瞬间凝固，集体石化。一阵风吹过，几个长老的石化雕像上出现了裂纹。四长老最先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上台，抓着古长生的肩膀疯狂摇晃。首席，你刚才说什么？退休？你才11岁啊，你连发育都还没开始，退哪门子的休？古长生被晃得头晕，推开他。哎，年纪不是问题，主要是心累了。你们是不知道当救世主有多累，我为这个宗门付出了太多。你看，我头发都头白了，哦，好像还是黑的。总之，我累了，毁灭吧，赶紧的。众人看着古长生啊，因为没睡醒，毫无血色，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反应。好了，我退休后的工作安排如下：林子化以后，你就是代理首席大弟子，负责处理宗门日常撕逼。纳兰杰，你是执法堂堂主临时，负责罚款创收。你们两个继续当保安，兼职护山神兽，要持证上岗。师傅姐姐，你当然还是掌门，总揽全局。最重要的是，每个月记得按时给我发退休金。众人彻底傻眼，这哪是退休，这分明是把所有活都甩给了别人。古长生宣布完毕，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直接当着全宗门的面，凭空变出摇椅躺了上去。好了，
会开完了，大家要努力工作，奋发图强，为建设和谐美好的天剑道宗而奋斗。他盖上小毯子，我先睡，违敬你们，加油干！我看好你们哦。全宗门数万弟子长老看着那个在高台上秒睡过去的首席，在风中凌乱，在修仙界内卷到极致的今天，首席大人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毅然选择了躺平。天剑道宗也从此进入了首席在睡觉，全员都内卷的奇特发展模式。首席退休，龙门山变成了宗门，神圣不可侵犯，而这里的守卫也成了整个宗门脾气最大、最不好惹的存在。龙门山山门口，保安亭里，龙须虎正化作人形，翘着二郎腿，看着一本保安的自我修养。天空祥云汇聚，一位身穿官袍，气息在天神境的威严老者，东荒神朝国师降临。大胆孽畜，见到本国师为何不跪？吾乃东荒神朝国师，前来拜访你宗谷长生前辈，还不速速通报并让开道路？国师什么官？比我们家首席还大了。放肆古前辈乃世外高人，岂是你这畜生能比的？那就对了，我们首席说了，他已经退休，正在睡觉，享受宁静的退休生活。天王老子老了，也得在外面老老实实等着，你排队去。敬酒不吃，吃罚酒。区区看门神兽也敢阻拦本座，本座今天就替你家主人好好教训教训你。国师气势磅礴，天神境的威压铺天盖地而来。一只由法则构成的大手抓向龙须虎，龙须虎看着抓来的大手，不屑地冷哼一声：“教训我，你也配？”他瞬间现出上古神兽的本体，身躯如山岳，一巴掌扇了过去。国师的法则大手被瞬间拍碎，他本人更是被这一巴掌扇得原地转了720度，眼冒金星，一头栽在地上。吵死了！打扰我们首席睡觉。你敢打我？我是国师，代表神朝颜面。我管你什么国师面条，首席先。对付你们这种读书读傻了、官威比天大的，就得用拳头讲道理，拳头才是硬道理。他把国师当成沙包，一顿暴揍，打得他神袍破碎，鼻血横流。揍完之后，龙须虎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扔出山门外。滚！下次再来打扰我们首席睡觉，腿给你打断。狼狈不堪的国师连滚带爬的驾驭祥云，一边飞一边回头放狠话：“你给我等着我，我还会回来的。”小龙啊，干得不错，下手还是轻了点。这个月奖金翻倍，给你加个鸡腿。退休生活总是短暂的，尤其是当你手下的项目出了问题。就在首席大人以为可以一直摸鱼下去的时候，一位风华绝代的女项目经理带着新的指标，火急火燎的找上了门。龙门山山门前，云素素的身影焦急的出现。看门的龙须虎看到是他，立刻从保安亭里跑了出来，恭敬行礼。原来是阎王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有急事，求见公子。他不等龙须虎通报，身影一闪，直接出现在了龙门山崖坪。古长生正躺在摇椅上，宁瑶在一旁为他削着水果，红梨则在擦剑岁月静好。公子不好了。怎么了？是地府的工资发不出来了，还是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了？天塌下来了？比天塌了还严重，地府重建受阻，山鬼姚前辈被一股神秘势力重伤，现在生死不知。听到山鬼姚重伤，古长生终于坐直了身子，脸上的懒散收敛了起来。哦，谁干的？不知道，对方实力极强，手段也极为诡异，专门针对灵魂，连我的鬼城本源都无法完全抵挡。我怀疑他们的来头可能与传说中的轮回禁区有关。宁瑶和红梨听到轮回禁区，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神情变得凝重，整个崖坪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
古长生听完后，却只是点了点头，知道了。然后他指了指旁边的石柱。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吗？出发什么？你来的正好。宁瑶姐姐今天做了我最爱吃的真龙宴，食材都是从东海龙王那儿借来的，新鲜的很，一起吃点。现在吃饭，山鬼瑶前辈他天大地大，吃饭最大。放心，他死不了。再说了，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打人嘛，这是战略问题，你不懂。云素素看着古长生那副从容不迫，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姿态，原本焦急万分的心，不知为何竟奇迹般的平复了下来。吃饱喝足就该干活了。这一次，首席大人决定全员出动，男女搭配干活。一场针对鬼城的专项整治行动即将展开。鬼城原本正在重建的区域，此刻却被一群气息强大的古老残魂占据。他们以一座巨大的白骨山为巢穴，魔气冲天。为首的圣皇残魂正坐在白骨王座上，脚下踩着几个被打伤的阴兵鬼差。古长生带着云素素、刘铁柱、龙须虎等人，浩浩荡荡的出现在他们面前。呵呵呵，我当是谁？原来是鬼城的新主人。怎么，小女娃带了个吃奶的娃娃，就想来管本座的闲事？看见没？按照规划，这片区域是要建成地府中心广场的。眼前这个白骨山属于违章建筑，严重影响市容。尊上咋拆？他们是钉子户思想工作，比较难做，所以你们两个作为本次拆迁行动的执行组长，任务就是帮他们物理搬家。找死！你们竟敢无视本座！他怒吼一声，带着无数残魂，化作一股黑色的洪流，冲向古长生等人。面对冲来的敌人，刘铁柱和龙须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兴奋。拆呢？谁是钉子户？目之所及，皆是违章，给我夷为平地！刘铁柱和龙须虎如同两辆失控的巨型坦克，兴奋地冲了出去。刘铁柱直接无视了那些残魂的攻击，冲到白骨山前，双臂拥立，竟硬生生地将那座如同山岳般的白骨山连根拔起。然后他像扔铅球一样，将整座山扔进了远处那道通天的轮回之光里。另一边，龙须虎现出本体，张开血盆大口，如得鲸吞一般，一口就将数千只残魂吸入腹中，然后打了个饱。味道还行。圣皇残魂看到这一幕，彻底下手，转身就要逃。古长生的声音悠悠传来：“施工现场禁止乱跑。”一只有法则凝聚的大手从天而降，将圣皇残魂拍进了地里，只留一个脑袋在外面一脸绝望。拆迁完毕，就该搞基础建设，一项足以影响万古格局、重塑诸天秩序的伟大工程，在首席大人的亲自主持下，正式奠基开工。清理完钉子户后，鬼城中心出现一片巨大的空地。古长生悬浮于半空，他拿出之前打包的混天镜水晶球。好了，服务器有了。他将水晶球打入地下，整个鬼城瞬间被无尽的魂力所笼罩。接着，他开始排兵布阵，进行人事任命。经地府筹备委员会研究决定，现任命以下干部：云素素以后，你就是新地府的第一任阎王，兼任首席执行官 CEO， 负责地府的全面工作，主要职责是拍板和背锅。阎王山鬼瑶，你当判官，兼任首席运营官，负责编写生死簿和制定考核标准。尊上老奴定不辱命。古长生又撕开空间，将正在妖界和魔界作威作福，妖界之主和魔殿主人直接抓了过来。两人一脸懵逼的出现在鬼城。你们两个以后就是黑白无常，兼任市场部拓展经理，负责到诸天万界抓捕逾期不还的灵魂啊！这个新鲜出炉、充满了物种多样性的新地府领导班子，突出一个草台班子和拉郎配。任命完毕，古长生终于要开始真正的创世。尊上硬件和人员都有了，可是最重要的6道轮回法则，这就来。古长生缓缓升空，他伸出手，引动了那道通天的轮回之光。在他的意志下，轮回之光开始分化，演变成6个巨大无比、散发着不同气息的法则漩涡。
一道为天神道，通往无上天界；一道为阿修罗道，战意冲心；一道为人间道，红尘滚滚；一道为畜生道，万兽奔腾；一道为恶鬼道，饥渴哀嚎；最后一道为地狱道，审判万物。6道轮回在古长生一念之间，无数滞留在天地间的灵魂，在法则的指引下，开始自动飞向属于他们的灵魂道。下方雨宿山鬼摇妖界之主，仰望着天空中那如同创世神灵般的身影，脸上写满了极致的震撼和狂热的崇拜。好了，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剩下的室内装修和软装工作就交给你们这些专业人士了。我先去睡会儿。地府的第1次团建聚餐，记得叫我。创造一个世界，对古长生来说，其难度可能还不如思考今天中午该吃什么，而一个全新的秩序也就此诞生。凡间在搞基建，圣域也没闲着。随着天剑道宗的长老和弟子陆续飞升，这个新生的圣域宗门也迎来了他的第1次文化冲击。圣域天剑道宗，山门气派，仙气缭绕，但宗门内却是一片鸡飞狗跳。刚飞升上来的4个长老正抓着一个新入门的圣域弟子，唾沫横飞。你说你剑道真意还没领悟，就想着炼丹，你这是不务正业。想当年我们首席可是长老，我是丹堂弟子啊。另一边，大长老武涛则对着一群女弟子传授着他的人生经验。想当年老夫在下界也是风流倜傥，万花丛中过。拓跋尊冷冷地从他身后路过，武涛瞬间解生，开始演练剑法。议事大殿内，剑祖我等飞升上来，已是圣境强者，岂能终日闭门造车，不出门历练？我要去挑战这圣域的天下群雄，为我宗扬名。行啊，你先去山门外那条街上，把东南西北分清楚了，再回来跟我说。掌门听闻此地中央神都有一处名为瑶光仙池的所在，乃是圣域风土人情的精华汇聚之地。老夫想去考察一番，增长见闻。那是圣域最大的青楼，你想去考察什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最终4长老还是偷偷溜出了宗门，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坊室。他看到2个圣地弟子正在因为一件法宝的价格争吵，以为是在论道，便兴冲冲地凑了上去。2位道友莫要争吵，以老夫看，不如手底下见真章，谁赢了这法宝就归谁。说罢，他圣境气势爆发，就要动手。2个圣地弟子被吓了一跳，以为遇到了疯子。老头，你瞅啥？有病吧你？想打架是吧？信不信我们哥俩把你骨灰都给扬了？就在此时，齐剑龙和拓跋尊的身影凭空出现。你们想对他做什么？我们是这老头先挑衅的。他是天剑道宗的4长老。他顿了顿，缓缓吐出4个字。而我们宗门的首席叫古长生。古长生3个字出口的瞬间，那2个原本还嚣张无比的圣地弟子，如同听到了魔神的名讳，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2人对视一眼，毫不犹豫，扑通一声，双双跪倒在地。前辈，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不知道是长生帝尊门下的长老，求前辈饶命啊！4长老看着眼前这戏剧性的一幕，彻底懵了。古长生这小子的名字在圣域都这么好用了吗？正所谓打了小的来了老的，羞辱了使者，自然会引来天地。当古长生接连羞辱了天庭的基层和中层干部后，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决定派大军亲征了。逍遥神山上，空天门洞开，10万天兵天将列成战阵，神威浩荡，旌旗蔽日。为首的正是手托玲珑宝塔的托塔天王李靖，和他那脚踩烽火、轮手持火尖枪的儿子三坛海会大神哪吒。下界妖人古长生，藐视天威，罪不容诛。玉帝有旨，命你速速出来受死，否则踏平你这逍遥神山。龙门山上，古长生被吵醒，打着哈欠走了出来。哟，
今天是有漫展吗？这 cosplay 社团搞得挺专业，道具都挺逼真的。首席别看了，那是天庭的托塔天王和哪吒三太子，是正神呐。知道长得挺别致的，尤其是那个3头6臂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核辐射变异了。天上哪吒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父王何须与这妖人废话？带孩儿前去取他首级献与玉帝。说罢，他脚踩风火，化作一道火光，冲向了远山。哪吒手持火尖枪，威风凛凛，悬挺在龙眉山上空，枪指古长生。妖人速速报上名来，我哪吒枪下不斩无名之鬼。古长生看都懒得看他，对着身后正在给花浇水的陈青青招了招手。青青过来，大师兄，去陪那个红肚兜哥哥玩玩。大师兄，不要，他看起来好凶，我打不过他的。古长生从他怀里拿过那根白玉人参，掰了一小截根须塞进他嘴里。别怕，把这个吃了，就当是吃了个大荔菠菜。陈青青下意识地将人参咽了下去，下一秒，陈青青那娇小的身体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膨胀，她身上的罗裙寸寸碎裂，露出了古铜色、棱角分明的恐怖肌肉。短短一瞬间，一个可爱的小萝莉就变成了一个身高丈2、肌肉虬结、眼神凶悍的金刚芭比，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天上的哪吒看到这一幕，已经彻底傻眼了。这是什么妖法？金刚芭比陈青青抬起头，看到了悬浮在空中的哪吒，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红肚兜哥哥来玩呀！他猛地一蹬地，地面瞬间龟裂，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对着还没反应过来的哪吒一拳轰了过去。哪吒仓促之下，现出3头6臂，6件法宝齐出抵挡，6件法宝应声而碎。哪吒本人更是发出一声惨叫，如同被击飞的全垒打，瞬间化作一颗流星，消失在天际尽头。先锋大将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一拳 KO， 这让天庭主帅托塔天王意识到，对面的敌人不仅不讲武德，还可能有点变态。于是他也决定直接开大。10万天兵天将看着哪吒被击飞，军心大乱。托塔天王李靖脸色铁青，怒喝一声：“妖孽，休得猖狂，竟敢伤我孩儿！看我宝塔！”他将手中的玲珑宝塔向空中一抛，玲珑宝塔迎风变长，瞬间变得如山岳般巨大，塔底金光大放，产生一股无与伦比的吸力，就要将整个龙门山都吸进去。天剑道宗众人在这股吸力下东倒西歪，难以站稳。古长生看着那巨大的宝塔，皱了皱眉，好大一个违章建筑，太影响市容了。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他从储物空间里慢悠悠地掏出了一个与这个玄幻世界格格不入的红白相间的巨大的扩音喇叭。对付这种不听劝的，我决定用爱与和平的音乐来感化他。大师兄，这是何物？是何等上古神器？此乃象质光环，普度众生之物语，超度大喇叭，简称广场舞神器。古长生将喇叭对准天空中的10万天兵天将，按下了播放键。这妖人又在搞什么鬼？前奏结束，一个无比庄严却又带着嘶吼唱腔的男声从喇叭里猛地爆发出。南无和罗琼那多罗夜也。这魔性的音乐如同最恐怖的精神污染，瞬间席卷了整个天兵战阵10万天兵天将。在这毁天灭地的佛音下，先是集体一愣，随即捂住耳朵，露出了无比痛苦的表情。
啊，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要怀孕了！不，我的神魂要裂开了！这是什么大道之音？我好像悟了。成片成片的天兵天将，如同下饺子一般，口吐白沫，翻着白眼，从云端坠落下来。有些甚至还在空中不受控制的跟着节奏跳起了奇怪的舞蹈。托塔天王试图用宝塔镇压这股魔力，结果玲珑宝塔自己都开始跟着鼓点，在空中嗡嗡震动，往蹦迪。Come on,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一起嗨！这是什么仙法？静恐怖如斯。最终，托塔天王看着自己损失惨重的军队，吓得魂飞魄散，收起宝塔架着，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古长生将喇叭对准天空中的10万天兵天将，按下了播放键。这妖人又在搞什么鬼？前奏结束，一个无比庄严却又带着嘶吼唱腔的男声从喇叭里猛地爆发出来。南无和罗琼那多罗夜。这魔性的音乐如同最恐怖的精神污染，瞬间席卷了整个天兵战阵10万天兵天将。在这毁天灭地的佛音下，先是集体一愣，随即捂住耳朵，露出了无比痛苦的表情。啊，我的耳朵要怀孕了！不，我的神魂要裂开了！这是什么大道之音？我好像悟了。成片成片的天兵天将，如同下饺子一般，口吐白沫，翻着白眼，从云端坠落下来。有些甚至还在空中不受控制的跟着节奏跳起了奇怪的舞蹈。托塔天王试图用宝塔镇压这股魔力，结果玲珑宝塔自己都开始跟着鼓点，在空中嗡嗡震动。Come on,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一起嗨！这是什么仙法？静恐怖如斯。最终，托塔天王看着自己损失惨重的军队，吓得魂飞魄散，收起宝塔架着，头也不回的落荒而逃。10万大军不战自溃，颜面扫地，高坐于凌霄宝殿之上的玉皇大帝。听完李靖涕泗横流的汇报后，终于决定亲自和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网瘾少年视频连麦聊一聊。龙门山上空天降下云仙光普照，一道巨大无比的金色光，如同 IMAX 电影屏幕般在天空中匍匐着。光幕中，一位身穿9头袍头、带屏天光、威严无比的身影缓缓浮现，恐怖的天地威严降临。天剑道宗众人包括4长老在内，都感到一阵心悸，不由自主地想要跪拜。古长生，你可知罪？在如此威严的气氛下，古长生却饶有兴致地抬头，打量着光幕。哟，远程视频通话，这分辨率可以啊，4K 超清的信号也不错，一点都不卡。喂，老天爷，你们天庭用的什么牌子的路由器？改天推荐一下呗。凡人休要油嘴滑舌，朕问你为何屡次三番挑衅我天庭威严？别急嘛，第一次视频先调试一下设备。古长生说着，对着天空的光幕随手一挥，光幕中玉帝那张威严的国字瞬间被加上了极致的